男人刚走出宫门，便成就陆地神仙，只因他是大周王朝太子，却因功高震主被贬为庶民，解开束缚，激活了神级签到系统。忽地断开金绳，这里扯断玉锁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哈哈，区区一个皇位不要也罢，我已是陆地神仙，当逍遥天下。恭送殿下。虾仁在位期间造福百姓，让百姓吃饱穿暖，没有后顾之忧，从而深得民心。他之所以被贬，是因为前段时间他收留了一个受伤的女子，而对方刚好是敌国的圣女。对方身份暴露后，便逃之夭夭，他则被扣上了勾结敌国的帽子。殿下，等等！殿下蒙受不白之冤，我等无力为你辩驳。这匹马是我们唯一能为你做的，你骑着它省些力气吧。多谢老先生了。大周19州，其中江州风景最为秀丽。据说沧浪江上有一座神剑山庄，是仅次于大周4宗之一凌霄剑宗的用剑名门，庄内收藏着数以千计的宝剑，不如前去一观。阁下意欲何为？不会是我的命吧？哈哈，殿下果然聪慧，既然知道，殿下不害怕吗？我害怕，你会放过我吗？不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为何要怕？殿下胆魄，在下佩服。若不是出了这档子事，假以时日，殿下定是大周有史以来伟大的君主之一。只可惜，你现在只是一介庶民，我要杀你，如屠猪狗，不费吹灰之力。护体罡气，武道宗师，这怎么可能？情报上说，你明明只是2品武者而已，大周居然将你这么一位武道宗师贬为庶民，荒谬，实在是太荒谬了。想逃，晚了。这威力有点大了吧？以后的注意控制一下。本来还想问问是谁指使的。搜了一些银两当作盘缠，他骑着马继续往江州方向而去。殿下，失败了。怎会失败？我那位皇兄不过2品修为，我派出去的人可是先天。不知，但那人已经横尸官道上，胸口被一股强大真气完全击碎，出手之人的实力至少是先天高境。难不成我这位皇兄还隐藏了武道实力？有其，他比我想象的更加深不可测。父王也真是老糊涂，只是贬为庶民又怎么够？应该杀之，永绝后患。不过他已无翻身的可能了。公子想去哪里呢？听闻神剑山庄内典藏宝剑数百，我经过那里的话，或许会下船去看看。神剑山庄？呵，那公子你可有热闹看了。最近神剑山庄铸出了一把神剑，正举行论剑大会，为神剑选择明主，吸引了不少剑客。居然这么巧！只是神剑山庄铸出神剑，为何不自己用，反而要送出去呢？哈哈，神剑山庄送出去的是剑，获得的却是人情。原来如此，看来神剑山庄享誉江湖100年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公子聪慧，一点就通，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我叫虾仁。他原名楚修，楚乃大周皇室的姓氏，他已不想再用。交谈了这么久，还不知前辈姓名呢？呵，老头子我姓叶，单名一个疯字。原来是神剑山庄3庄主，难怪有此不凡的谈吐，晚辈有礼。三爷爷该吃药了。好，呵呵，年纪大了，这药丹乃是滋养身体、补气益血的，公子来2颗。多谢前辈好意了，另外时候也不早了，在下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虾仁离开，殊不知已被刚才的叶枫的孙女叶灵认了出来。回到房间后，熟悉起了自己陆地神仙境的真气。突然房间震动。我乃沧浪江的江水之神，交易下过路费吧。这位水神大人，不知道你要什么才能让我们通过这里呢？本水神饿了，拿出几个人来，给本水神打打牙祭。记住，老的不吃，肉柴；脚还肉少没嚼头不吃，太丑的也不吃，影响食欲。妖蛇，是你姑奶奶一件吧？这是妖魔，还是第一次遇到呢，有趣。可惜这姑娘修为还是差了一些，不用片刻便会败下阵来。不过还有叶枫呢，他对付一头蛇妖应该是手到擒来。没一会儿，叶灵口吐鲜血，可叶枫却迟迟没有出现。不对，叶枫难道眼睁睁看着自己孙女陷入危险？难道出了什么变故？可惜了，你只是一个1品境，你要是入了先天，或许与我有一战之力。但现在我要先吃了你，让你知道与我作对的下场。你要吃它，何不先问问我呢？姑娘，借剑一用，
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卧槽！本以为用剑比较帅气，这下子好了，帅气是帅气了，可这把剑得赔啊！看来传闻并不可信，大家都说皇长子惊才绝艳，但在武道上却并非多么过人。可今天一见，才知武道才是他最强的底牌。开局被逐出皇宫，我竟成了陆地神仙，只因我觉醒了神级签到系统。我离开皇城，万民为我送行，因为我让他们衣食无忧。如今离开朝堂，正好去闯一闯这天下。而我的第一站就是神剑山庄论剑大会。恭喜宿主抵达神剑山庄，可以签到了哦。签到。恭喜宿主获得9窍玲珑剑心，剑心在身，万剑臣服。剑心入体，地象凸显，神剑山庄，10万剑齐齐发出剑鸣之声，好似在兴奋。万剑共鸣，这时有无上宗师正在以自身剑意影响万剑。是谁？大洲之内有此剑道修为者，屈指可数。莫不是凌霄剑宗的那几位老怪亲自前来了？天啊，万剑共鸣！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这种异象呢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领悟了9窍玲珑剑心的强大后，楚修收敛剑心的力量，身上那股奇特的剑道波动也随之消散。太帅了！系统宝子，快来让我亲一口！宿主正经点，不然我让你吃32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。这是人剑共鸣，没想到公子不仅是个武道宗师，而且还是一个剑道宗师。若有机会，我还要向公子讨教一二了。哈哈，好说好说。虾仁进入山庄，他的七弟也是注意到了他也看到了老七。我敬爱的大哥，你出现在神剑山庄，究竟是意欲何为呢？难道你还想东山再起吗？你去给我打听一下，楚修来神剑山庄是做什么的？是，殿下。灵儿，你回来了，这位公子是？这位是虾仁公子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位是我神剑山庄的大师兄林毅，在如今的人榜上排名第7呢。公子风采过人，还能成为灵儿的救命恩人，想必也是人榜上的武者吧？不知排名第几啊？在下并未晋级人榜，切，连人榜都没进，竟然跟灵儿妹妹如此亲昵，看我好好教训教训你。那倒是让我意外了。公子虽然没有晋级人榜，但实力绝对不比人榜上的任何一个武者差，甚至强得多了。哦，没想到灵儿对公子居然如此推崇，那我不得不讨教一下公子高招了，请公子不吝赐教。那好吧，就当陪小朋友玩了。哼，口出狂言，灵儿别担心，我不会伤了这位公子的。公子，林毅好歹也是我神剑山庄的大师兄，请你待会儿下手轻一点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的。林毅听后更加不爽，眼神要是能杀人，虾仁都死几百次了。哎，灵儿妹妹，不担心你不高兴，现在担心你又不开心。堂堂神剑山庄大师兄，心胸竟如此狭隘。吃我一剑！雕虫小技，给我碎！妈呀，太惨了！大师兄，他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死不了，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。老三，你实在是太冒失了。楚修如今被贬为庶民，但他以前毕竟是东宫太子，不知道得罪过多少人。姬皇子现在也在山庄内，一旦让他知道这件事，他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觉得我山庄冒犯天威？二哥先听我一言，我身上的剑毒已经解了，不出1年，我便能重回宗师之境。真的吗？哈哈，太好了！老三重回宗师，我神剑山庄底蕴更上一层，可喜可贺啊！但这毒可是楚公子帮我解的。什么？楚公子难道还精通医术不成？不，楚公子为我解开剑毒，用的不是医术，而是绝强的修为。楚公子他至少是一个宗师。刚才楚公子在山庄之外还显露了人剑共鸣的能力，居然有如此年轻的宗师。刚才那万剑共鸣的异象，难道就是他引起的吗？不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你说他是宗师，我勉强还能接受，但你说他是引发万剑共鸣异象的无上剑道宗师，这也太扯淡了。若不是这一切在我面前发生，我也不敢相信的。在下石原，见过3位庄主。刚才我主见到了被贬为庶民的楚修，前来询问此人为何出现在这里。楚公子是我带来山庄的，他听闻最近山庄内要举行论剑大会，故而前来看看热闹。怎么？难道七皇子连这个也要管？如果真的只是看热闹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楚修毕竟是勾结敌国圣女之人，还请诸位不要与他走得太近的好。这个七皇子莫不是在威胁我们？
看来楚修的影响力真是非同小可，即便是被贬为庶民，依旧让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子为之忌惮，担心他会东山再起。如今楚修下台，各位皇子势必积极拉拢，各方势力结成党羽，姬皇子来神剑山庄正是为了拉拢我们。可惜我神剑山庄向来中立，真的只是来凑热闹的吗？三庄主的确是这么说的。神剑山庄对我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，看来他们并不想投靠我。而现在楚修又出现在这里，此人手段了得，不得不防啊！殿下想要怎么做？走，随我去会一会这个被贬的太子。开局成就陆地神仙，只因我有个狂拽酷炫屌炸天的神级签到系统，不仅送我无上修为和历史10大名剑，还扬言带我统治世界。我当即拜倒在他的大长腿之下，成了他的小奴婢。轩辕成影、干将莫邪、鱼肠七星龙渊，这几乎每一把都可以当成国宝了吧？叶灵带着虾仁在神剑山庄参观，到了铸剑炉就发现虾仁在傻笑。宝剑锋从魔力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虾仁公子真是不凡，曾以一首水调歌头名动大周文坛，如今出口便是传世佳句。这世界上竟有如此完美的男人，皇室真是蠢货，脑子进水了。楚修跟叶灵在铸剑炉待了一会，然后就要离开。临走前，楚修注意到有一把挂在墙壁上的长剑，剑身散发着道道凛冽剑气。此剑名唤寒星，是最近才铸造出来的神剑，乃是这一次论剑大会魁首的奖品。戴爷爷说过，此剑在名剑谱上至少能排在前10。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宝剑，可跟我的10大神剑比，简直就是破铜烂铁。不过神剑山庄的铸剑术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刚走不远便遇到了自己的七弟，以前他修为不高没有发现，现在以他陆地神仙的修为，隐隐察觉到楚云身上缠绕着一股无形气息。这就是皇室身上的龙气吗？看来若是有人打杀他，就会被这股龙气反噬，到时候就算是无上宗师，只怕也不好受。大胆楚修，你一介庶民见到皇子殿下，为何不行礼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总是喜欢养着乱叫乱吠的狗啊！楚修，不要在姑面前摆出一副大哥般的架子，如今你不过是一介庶民，哪里来的资格跟姑套近乎？你说的对，那草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殿下让你走了吗？管好你的狗，这一次只是废了他的爪子，下一次我可要剁了他狗头了。如此实力，你真是给姑给皇室好大的一个惊喜啊！论剑大会已近尾声，虽然没有天榜武者，但却有一个地榜前10的剑客来了。此人便是地榜第7五行剑柳金水，其修为已然达到宗师境，凭借强大的修为，独霸擂台无人能挡。这把寒星剑我要定了，你们识相的就滚！这老家伙真不知羞，居然用宗师修为欺负人，他都有这么多剑了，还要来争寒星。柳金水喜好收藏各种名剑，一手五行剑法变化多端，以气御剑，可更不下五行剑阵，威势惊人。楚公子，你认识他？当然认识，我巡视19州，看到他为夺取一个女子手中的家传宝剑，不惜杀人全家，更是见色起意，欲对那女子行不轨之事。我本想将他就地正法，不过侥幸让他逃了。不过今天他必死。皇太子楚修，哈哈哈！没想到你我还有再见的时候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是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啊！你也不遑多让，哪怕是被贬为庶民了，面对本宗师，你依旧是这么的从容不迫，真不愧是当过太子、见过大世面的人。我来此正是取你狗命的。笑话，你如今没有护卫在身，我要杀你如屠猪狗。死吧，五行剑阵！当年你就是用这个剑阵抵挡住王后卫的一拳，侥幸逃走。事后王后卫对我说过，你这剑阵精妙无双，凭借这个剑阵，你都可以以1敌2，堪比2个宗师中境了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？说好话想要向我求饶吗？不，我只是想说，王后卫他看错了，你这个剑阵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个垃圾。猖狂！五行剑阵，给我绞杀！你喜欢剑对吧？那我让你一把也没有，给我碎！这怎么可能？让你站着了吗？给我跪下！汹涌澎湃的真气爆发，柳金水瞬间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好家伙，
仅仅是凭借罡气就压跪下了一个宗师中境的高手，这是什么修为？你刚才说要杀我，现在我来了，而你却跪下了，你可有胆子再说一遍？住手！丑修，这里是擂台，比武切磋就行了，何必让柳宗师如此下不来台？七皇子想要保住柳金水，借此机会让对方为自己所用，毕竟他好歹是个宗师。你要保他？吾乃是大周七皇子，你要牢记你此刻的身份。我让你放开柳宗师，你最好就放开，否则你就是在跟朝廷、跟皇室过不去。多谢七皇子仗义援手，我今后愿意为七皇子肝脑涂地。可惜你没这个机会。你居然敢忤逆我，你可知你这是在跟朝廷作对？那咋了？看了一眼被砍下脑袋的柳金水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。这笔账咱们以后再慢慢算。虾仁来到神剑山庄获得10大名剑，又在论剑大会上弄死一个老熟人。本以为论剑大会可以顺利进行下去，突然由远及近，一股剑意自神剑山庄大门口席卷而来。擂台上2个本在交手的剑客当场死亡，而他们中箭之后，身体也迅速变得漆黑。这是剑毒剑客李苦。李苦正是当年那个害得他中了剑毒，从宗师境界跌落的剑客。叶枫，没想到中了我的剑毒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还活着呢！你都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你一步而走？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吃我一剑！此人的剑气比起数年前更上一层了，只怕已经晋级宗师高境。一起出手2大庄主和毒剑客打得有来有回，越打越是心惊，而3庄主叶枫伤势还未痊愈。此人竟对我神剑山庄的剑法如此了解，招招攻势都被化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公子，请你出手帮大爷爷他们吧。放心吧，你的大爷爷若是只有这点水准的话，可算不上是宗师。庄主，我来助你们。看到林毅前来，大庄主刚想说话，其实我的名字叫李毅。没想到吧，你们神剑山庄最杰出的弟子是我李苦的儿子。给我去死吧！实在是卑鄙无耻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居然有这样的修为？父亲他就是那个废太子楚修。我操！皇室脑袋进水了吗？一个无上宗师级别的皇太子，他们居然就这么废了？你的实力的确是超乎想象，但你可听说过幽冥？幽冥是什么玩意？楚公子，在大周除了4大门派之外，还有一些歪门邪道，而幽冥则是一群疯子。曾有幽冥成员为练邪功，一夜之间屠灭了一个城镇上万人，还以童男童女为要挟，其手段残忍，令人发指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幽冥成员人人得而诛之了。江湖人无不在忌惮我幽冥的力量，就算你有无上宗师的修为，可若真与我幽冥为敌的话，也绝不会好过。废个屁的话！给我死！父亲，原来像你们这样的人也会为亲情落泪的吗？那么那些被你们杀了的无辜百姓，你们可想过，他们也有妻儿老小？就在这时，神剑山庄内突然有一道血色光束冲天而起，血色光辉渲染云层，竟是使得天空都变成一片血色。还有高手？不对，陈剑湖出事了。你们神剑山庄祸事还真是不少，一起去看看吧。翁剑，那把魔剑时隔一甲子又出现了，可否为我解释一下呢？这个老者乃是一甲子前从我神剑山庄中叛逃的铸剑师，他手中的那黑炎魔剑是一把制邪之剑，并且每一代庄主都会以剑意镇压，而此人意图掌控黑炎魔剑无果，叛出了神剑山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个李苦乃是他找来引开我们注意，好有机会潜入这陈剑湖取剑。不错，李苦是最近才加入幽冥的，他跟神剑山庄有仇，听说了我的计划后，毫不犹豫就加入了。只是我没想到会出了你这么一个变数，你为何要淌着浑水？至魔之剑有点意思。楚修看着那把黑炎魔剑，突然想到了圣道之剑轩辕。这至魔之剑与至圣之剑碰撞会怎么样呢？没想到碎得这么干脆，将你手中的剑与轩辕剑相提并论，是我错了。一把人间所铸之剑，岂能与轩辕剑并列？这是我铸造出来的最强宝剑，怎么可能如此的脆弱？端视我吧，让他们看看你的真正实力。只见那崩裂的黑炎魔剑有黑色火焰燃烧，那些火焰逐渐覆盖了白发老者，竟是开始抽取他的生命精气。
果然是魔剑，太可怕了！楚公子为什么不再拿出刚才那把剑，将这魔剑彻底毁掉呢？还是说那把剑不能随便用？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刚才只是拿出来玩玩而已。你看他花里胡哨的，其实菜得很。真气捏碎魔剑后，整个神剑山庄随之恢复了平静。此番楚修杀离苦，灭白发老者，已经跟整个幽冥结下了梁子。见识了这么多超乎常理的手段，大庄主等人隐隐猜测，楚修恐怕已经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境界。你的毒解了，堂堂宗师高境，不至于挨了一剑就挂了吧？还死不了，多谢公子仗义出手相助，我神剑山庄感激不尽。今后不管公子有何差遣，我们定当听从。无妨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大周王宫之内，楚皇帝看着手中的情报，神色冷沉。胡扯，都是胡扯！楚修他居然是武道天人，这种事怎么可能？他在王都的时候处理政务，忙得废寝忘食，他有多少时间去修行？陛下，此事乃是前去参加论剑大会的剑客们亲眼所见，有70%可信度。那就是有可能是假的了。派人前去神剑山庄探查一番虚实。陛下，神剑山庄高手如云，若这些人阻拦的话，一般人去了只怕也探查不出什么东西。神剑山庄敢拦截阵的人，他们有几个胆子？不行，若是光明正大派朝廷的人前去，岂不是说名震心虚吗？陛下，不如让老奴走一遭吧。老奴在江湖上有些薄名，神剑山庄应该是卖老奴一个面子，而且老奴的家刚好也在江边，此番前去，顺带着回家祭祖，倒也是合情合理。呵，曾经以一手9天银丝横行江湖，虐杀江湖10几位宗师的东方恨，又要重出江湖了吗？楚修在王宫的时候，是你看着长大的吧？每一位皇子都是老奴看着长大的，但楚修与你关系最亲近，所以朕希望你不要留手才好。老奴对陛下之心日月可见，请陛下放心。如此最好，楚修就交给你了，下去准备吧。是，陛下。暗卫何在？跟着他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若发现他与楚修有任何勾结的迹象，回禀朕。皇帝派东方恨来试探虾人的实力，这也是他目前所遇到的最强对手。事情还要从2天半前说起。接上集，虾人帮神剑山庄解决离苦和白发老者后，成功收服神剑山庄，但登门挑战者络绎不绝，因为没人相信一个废太子突然变成武道天人。楚公子，你有这么强的实力，明明可以一招秒杀坏人，为啥不直接杀呢？灵儿，你还是太嫩了，如果不彰显一下敌人的实力，又怎么能体现出我的强大呢？此乃装逼之道。原来是这样呀，可就算这样，没见过公子出手的人，也依然想来验证公子的实力。也是姐，门口有位白衣女子前来找楚公子，说是故人来访，好像叫白月。白月不会是那个新晋人榜第1白蛟龙白月吧？知道了，带他进来吧。想来又是来挑战公子您的。见过殿下。我已经不是什么太子了，殿下2字休要再提。在白月心目中，殿下永远是殿下，至于什么通敌叛国，那都是狗屁，白月半个字也不相信。那如果是真的呢？就算是真的，那殿下肯定也是有苦衷的，更别说殿下对我还有救命之恩，白月这条命都是您的。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？你自己好好留着吧。那殿下是不是真的通敌叛国了？假的，我好端端的干嘛通敌呢？只不过上面那位觉得我太碍眼了，所以才把我赶出王都，以后再叫我殿下，让人听了会引来麻烦的。2位认识？没错，我巡视大周19州，途中遇到柳金水强抢白月家传宝剑，是我出手救了他。楚公子救了我后，还悉心照料我一段时间，此后我就发誓，我这条命就是殿下的了。我走后，你倒是闯出不小名堂，还成为人榜第1了。若没有公子，哪来如今的白月？还请公子准许我留在你的身边，我愿衔草结患，终生侍奉。你呀，罢了，我游历江湖，一个人也无趣，你就留在我身边做个伴吧。多谢公子，我在来时还听说了一件事，9天银丝东方恨离开王宫前来江州，说是回家祭祖，可我觉得他可能是冲着公子你来的。东方公公呀，我跟他挺熟悉的，挺慈祥的一个老人家，若他真要来找我，就让他来吧，就当作是见见故人了。江州一座祠堂内，东方恨正在上香。东方老贼，可还记得霸王岛？我老了，记忆力不大好，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。20年前，他是被你杀了的宗师之一，而我今天来，正是为他报仇。
我已是无后之人，这祠堂内都是我的诅咒，你现在又让我成了无祖之人了。无祖无后，你这个魔头就该有如此下场。这20年来，我没有一日懈怠，直到现在，我已超越我师尊，晋级大宗师境，更是地榜第1。今天我就要杀你，为师报仇，更登天榜。笑话。在虾仁的日夜指导下，两女的剑道理解突飞猛进。两女相识的时间不长，但两人却是意气相投。楚修突然看了外面一眼，来了。东方恨已到神剑山庄门口，招呼他的正是3位庄主。毕竟让自己废了的太子，居然是一个武道天人，这是换成哪个皇帝都受不了。我若想杀你们，刚才你们的脑袋就已经掉在地上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大庄主几人对视一眼，然后也不再阻止。我允许你们进入了吗？退下。一股恢宏真气从山庄内爆发，下一秒，东方恨身后数道潜藏在阴影中的暗卫被震退了出去。殿下，这段时间您还好吗？我好着呢，好吃好喝的。只是东方公公，你最近如何？腰还好吗？年纪大了，要多注意些。多谢殿下挂念，年纪大了，这些老毛病好不了的，只能慢慢熬着了。对了，倪生他过得怎么样？公主她还好，就是想你想得紧。我经过她行宫的时候，看到她总是对您以前送给她的东西发呆。时间会慢慢消磨一切的。楚霓常是楚修的皇妹，也是他在皇宫中为数不多的羁绊之一。两人聊了许久，犹如一对好久不见的爷孙。曾经整个皇宫之中，只有楚修是真心对他，其他人都只是把他当作奴才、工具。而对楚修来说，这个东方公公比楚皇帝带给他的亲情都要多得多。聊完了，该办正事了，不然外面那几个暗卫该急了。那就请殿下赐教吧，我也想看看殿下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。东方公公，吃我一剑。暗卫以及诸多江湖人都是前来观战，因为这是真正的天人之战。楚修不能干脆利落的击败东方恨，反而要打得越声势浩大越好，这样才能让人信服。很快，楚修毫发无伤重创东方恨的消息就在民间流传了起来。混账！他居然真的是一个天人！好一个楚修！这么多年来，在王宫内不声不响，隐藏修为，果然心怀不轨。这一次越州旱灾，灾情严重，乃是近10年之罪。此事交给老二处理，只要处理得好，寡人再为他造势，定能挽回皇室的颜面。神剑山庄内，楚修在击败东方恨后就打算离开了。几个庄主纵然有些不舍，但也无法多说什么，对方毕竟不是山庄的人。白月去雇了一辆马车，带着楚修离开。公子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走到哪就算哪吧。接上集，楚修击败东方恨离开神剑山庄后，一路走来却发现饥荒四溢，灾害连连。不管是80岁孩童，还是7、8岁的老头，个个面黄肌瘦，眼神涣散。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灾民？我倒是听说最近越州那边出现了旱灾，这些人估计是从那边过来的。越州嘛，姑娘，求求你给点吃的吧，把马车内的干粮都分给他们吧。是，公子。虽然这些干粮对于这些灾民杯水车薪，可楚修最看不得百姓受苦。此时，不远处的官道上有一支车队经过，车队四周全都是手持兵刃的士兵，他们押送着一口口大箱子，里面似乎装着什么贵重物品。公子，为首的那个人我知道，他是越州江宁城城主身边的侍卫，叫刀巴里，修为已至先天，一手乱披风刀法，炉火纯青。奇怪，一城之主的侍卫不在越州好好待着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白月，过去询问一下箱子里是什么，若是他们不说，就来硬的，用我教你的斩天拔剑术。敢问几位官爷，你们押送的是什么东西？与你无关，小娘子莫要惹闲事。我若是一定要知道呢？那就别怪李某不客气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斩天拔剑术。车上的箱子内竟是一箱箱金银珠宝。丫头，你知道劫的是谁的车队吗？这可是二皇子的车队。好一个江宁城主，越州旱灾，百姓民不聊生，他这个城主居然还能够搜刮出这么多的银两给二皇子送礼，好得很啊！附近的灾民闻言也都是愤怒至极。白月，这种垃圾不配活着，把这些银子分发给灾民，我们掉头出发越州。是，公子。望着楚修离开的方向，灾民跪倒在地，甚至不少人已经将其认了出来。殿下虽是被贬，可他依旧心系百姓，依旧是忧国忧民，天下是道不公啊。
很快，一则消息传开，江宁城给厉王送银子，几十个灾民亲眼所见，几乎是铁证如山。越州不少百姓怨气沸腾。老二这个蠢货，他是要气死朕吗？派人去越州把厉王叫回来。陛下不可，厉王若是回来，越州灾情一旦失控，要想治理可就更麻烦了。让厉王继续主持赈灾可以，但朕会派一个人前往越州协助厉王，顺便传朕口谕，让他洁身自好，切莫再做出有损皇室颜面的事。父皇，霓裳愿意前往越州协助皇兄赈灾。你一女孩子家的，不在宫里好好待着，在这瞎掺和什么？霓裳长大了，想要为父皇分忧，而且越州乃是母妃故乡，就当作是给母妃尽孝。他的母妃生前乃是周皇帝最为宠爱的妃子之一，只不过在生下楚霓裳后没多久就死了，故而周皇帝平时对于楚霓裳也算是疼爱有加。你既然有这样的孝心，就带朕走一趟越州吧。公主，越州灾情严重，流民四起，你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受罪呢？这个位子是哥哥的，我一定要帮他守住。以我女子之身夺嫡，就需要比其他人更多、更优秀的政绩。厉王真会给公主这个机会吗？厉王此人心性贪婪，野心勃勃，赈灾这样的肥差，他怎么可能不趁机捞油水？若大哥在，一定不会让此事发生的。楚霓裳背后有阴阳道宗支持，但二皇子也有凌霄剑宗做后盾。楚修刚斩杀一只虎妖，那虎妖再次已害过许多人的性命。看着满地尸骸，楚修心如刀绞。白月，我才被废了多久，腐败的苗头就已经冒了出来，我前面10几年的心血，眼看就要功亏一篑。你可知道，我当太子时曾有梦想，那就是建立一个海晏河清的大周朝。你说我该如何？楚修淡淡问道，似在问白月，又好似在问自己。若是公子不想看大周这么下去，只要问心无愧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会跟着你的。你说的对，虽然我现在不是太子，但我之前做过的事却是实实在在的，我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毁了。皇帝那个位置我不做，也不会让那些尸位素餐之辈坐上去。马车继续向前方行驶而去，不知不觉已来到白虎山。检测到宿主已到白虎山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奖励宿主人皇幡及法术拘魂潜降，人皇幡一出，妖魔皆成佛。太好了，如此我的实力必将更上一层楼。公子，这里好像是那白虎王的栖居之所，白虎山。这里果然凶恶。你身上有我手下的血腥气，你杀了他，既然如此，你也去死吧。这种实力，无上宗师境，阁下是什么人？白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好猖狂的人类宗师，居然敢无视我，那就让你尝尝我白虎妖法的厉害。万鬼咒。霎时间，无数恶鬼从地面上冒出。这虎妖居然能够驱使恶鬼，好恐怖的妖法！人类宗师单打独斗，我或许不是你对手，但这里是白虎山，是我的地盘。这些年来，前来白虎山想要讨伐我的人类武者不知凡几，我将他们全杀了，炼制成功我驱使的伥鬼。你怎么跟我斗？人皇幡出现，瞬间夺取了所有恶鬼的控制权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吃人，那也让你尝尝被人吃的滋味吧！给我撕了他！无数恶鬼瞬间扑向还在蒙蔽中的白虎王。白虎王固然强大，可也挡不住万鬼噬体之痛。公子，你会法术？略懂一二，哈哈。这个世界不仅有武者，还有一些术士可以施展强大术法，只不过比较稀少。筷子扶起，人头落地。接上集，虾人到达白虎山，签到获得了人皇幡，并斩杀妖魔榜39位白虎王。刚到越秀城便发现，这赈济灾民的救命舟里面几乎全是水。白月，走去城主府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狗胆，把百姓的救命舟做成这个样子。城主府内，那些粮食卖了多少钱啊？回城主大人，一共卖了14000两。不错不错，拿出7成给厉王送去。来者何人？跪下！瞬间一股威压汹涌而来，两人只觉得肩膀上仿佛被一座大山压住。宗师怎么会来这里？阁下到底是谁？来我越秀城想要做什么？我只想问你，可还记得赈灾施粥的规矩？记得。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筷子扶起，人头落地。哈哈，很好。你是自裁，还是我亲自动手？你是谁？凭什么制裁我？阁下武力高强，在下佩服。可我乃是一城之主，朝廷命官，你若杀我，必受朝廷追杀。
就算你是宗师，你能逃得过整个朝廷的追杀吗？就凭他是我兄长，就凭他是一代贤王。公主殿下，公主兄长一代贤王，你是前太子楚修。皇兄，这段时间你过得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但越州的百姓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就因为这些人，废太子通敌叛国，罪大恶极。公主乃千金之躯，却与废太子如此亲近，此事若是传到陛下那里，皇兄你稍等。越秀城主赈灾不力，中饱私囊，罪该万死，已被本宫就地正法。来人，将城主府内的银子都给我搜出来，然后拿去买粮，明日开始重新开仓放粮。兄长，你也来越州，可是为了此次旱灾的事？不错，此次旱灾非同小可，近10年一见。这一路上我见到了不少百姓流离失所，甚至是一子而食，但偏偏有人趁这个时候大肆敛财。是老二吗？此次赈灾由他主持，正是他自己贪污，才让底下的官员跟着一起贪。我不想让越州毁在厉王手中，所以才来越州的。你想做那个位置吗？哎，那个位置是属于兄长你的，兄长才是最适合的人选。我累了，只想好好在江湖逍遥。虽然我不想做，但也不想让其他人随便坐上去。若兄长不愿意坐上那个位置，倪长为兄长，为百姓，愿意一试。他在楚修面前没有秘密，坦荡承认自己的野心。我会帮你的。阴阳道宗也在背后支持我，当然我会靠自己努力的。兄妹两人谈了很久，数日后，楚霓上用城主府内的银子买办来了新的粮食，重新开仓放粮。这一次不再是浑浊的米汤，而是真正的赈灾粮。灾民们看着这些粮食，激动的眼泪都落下来了。楚霓上也因此逐渐被百姓所知，开始积累了一定威望。但厉王那边就有些不好过了，由于楚霓上的干扰，他做的那些龌龊事被曝光，现在不少百姓对他失望透顶。可恶！九妹什么时候不来？偏偏这时候来了。她既来了，不先来见我，反倒自己开始赈灾了。她眼里还有我这个二哥吗？九公主若是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们能敛多少财道是其次，关键是她在民间威望日益提升，愈发衬托的殿下你相形见绌啊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做？据我所知，有一伙四处流窜的盗匪，名唤黑云16寇。这16人皆是精锐武者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。若能请他们出手去越秀捣乱，并能中断九公主赈灾，将她赶回王都。好，我这就修书一封，并且派人带上银子前去请他们出手。黑云山很快他们就见到了厉王派来的人，以及那一口口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。回去禀报厉王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他失望。好，那就有劳黑云当家的了。等等，你是凌霄剑宗的客卿长老，怎么凌霄剑宗也参与到夺嫡里面了？做好你自己的事。越秀城外，16匹马，16个黑衣人，脸上戴着鬼脸面具，宛若黑色鬼魅。大哥，那楚霓裳身为公主，锦衣玉食，一定长得很标致吧？收起你的心思，我们的目的是将她赶出越秀城，不要做多余的事，更不可伤她性命。为何？皇室之人皆有龙气护体，杀之不祥。听闻数十年前，曾有天人自持武力，杀了一个皇子，后不出3天就修为倒退，沦为废人。居然真有龙气？应该是真的。修为越高，对这些冥冥之中的东西就越能感应到。建成16人骑着马，浩浩荡荡地朝越秀城驰骋而去。守城的士兵看到这16人，吓得脸色苍白。是黑云16寇，快禀告公主。黑云16寇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来阻碍赈灾，公然与朝廷作对，你们不怕死吗？九公主今天来这里只为了2件事：第一，将你们身上所有银子交出来；第二，请你离开越州。请我离开？看来是我在越州碍到一些人了。你们背后的主使是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吗？九公主何必问这么多呢？你若不走，我们就要在这里大开杀戒。你敢？我乃阴阳道宗弟座。原来九公主背后有阴阳道宗撑腰啊，难怪那人要找我们来了。结阵。黑云16寇虽为流寇，但这合击阵法不容小觑，难怪能够在江湖上闯出这么大名堂。你害怕什么？该怕的是他们才对。一群乌合之众，还认识爷爷吗？大天造化掌！楚修一掌之下，黑云16寇横死当场。如此力量，看得楚霓上呆在原地。兄长真可怕。在解决黑云16寇后，楚修便离开了。而樱桃上去检查尸体时，从黑云当家身上发现了一封书信，将其递给楚霓上。果然是厉王，这是你自找的。
来人，去黑云山。风来，云来。哦，真能呼风唤雨，系统宝子太牛了，如此定能平息越州旱灾。接上集，楚修一掌灭杀黑云16寇后，听闻越秀城附近的清河古镇有妖魔霸占水源，水手灭杀后不仅得到了一株百年灵芝，还因来到清河古镇获得了法术呼风唤雨。公子，这都是你弄的吗？哈哈，这术法我也刚参悟。这灵芝对我无用，但对你来说用处不小。你服下后修为至少能提升到先天圆满。就这一颗灵芝，居然能够让我提升到先天圆满，也太厉害了吧！世间宝物无数，我在一本奇物录上看到过，世间有灵果，有人服用，直达宗师呢。谢公子，有了此物，我也能稍稍追上公子的步伐了吧？另一边，厉王已经知道黑云16寇惨败，不好，黑云16寇有我写的书信，他若呈给父皇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马，现在只有请你出手，才能帮我了。殿下放心，我会亲自前往。前往皇宫送信的正是楚霓裳的婢女樱桃，不料还是被马坤拦住了去死。一个宗师出境而已，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你是束手就擒，还是我亲自杀你？他修为不过宗师初期，而马坤是大宗师圆满，根本毫无胜算。突然他想起了背后楚修交给他的剑，拿着此剑，路上若是遇到什么意外，注入此剑真气，可化险为夷。樱桃试着注入真气，七星龙渊剑瞬间被击，暴涨万丈，剑气化龙。不出意外，马坤暴毙当场。楚公子储存在剑内的剑气都如此强大吗？他又震惊又庆幸，但也没忘自己的使命，加速赶往王都，按照楚霓裳的吩咐，来到太傅李书涵的府邸，将厉王贪污受贿以及雇佣黑云16寇的书信交给他。此人为官清廉正直，是朝堂上少有的直臣之一。好个厉王，以赈灾之名大肆敛财，还阻止9公主赈灾，如此阴险小人，岂配成为我大周新君？李书涵当即前往王宫，将东西呈给了周皇帝。好个厉王，真是给朕长脸啊！来人，撤掉厉王赈灾负责人的职位，不得再插手赈灾事宜，责令他立即返回王都。陛下，大灾之年，厉王贪污受贿，又驱使贼寇亦对公主图谋不轨，这2罪，其一便可当诛。仅仅是撤掉他赈灾官的身份，微臣觉得还不够。李太傅怎么处理这个逆子，朕自有决断，你就先不用多说了。李书涵虽是直臣，但也不傻，如何不知道皇帝不肯重罚厉王？大周威仪，陛下既撤了厉王殿下赈灾官的职位，9公主在越州赈灾，似乎颇有成效，百姓无不称赞，不如让他试一试。你尝吗？朕倒是没看出来他有这能耐。罢了，就让他试试吧。很快，东方恨以及另一个太监亲自手持圣旨，分别前往越州主城、越秀城，宣州皇帝旨意。公子果然在这啊！东方公公别来无恙。我听说公主杀了黑云16寇，就猜到公子可能在这里。果然如此，只不过此次陛下虽然处罚了厉王，责令他返回王都，但却也没有重罚，可见陛下心目中厉王还是有夺嫡的机会的。在他心目中，只要不忤逆他，不触犯他的威严，贪污受贿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但不管怎么说，此次厉王吃了个大亏，他想夺嫡就更难了。而此次赈灾由我主持，正是我积攒功绩的好机会。积攒功绩，公主难道想？老奴愿意助公主一臂之力。他虽无实权，但也是一个武道天人，若得他相助，楚霓裳定是如虎添翼。公公快起来，夺嫡之事凶险万分，您老就不要卷进来了。今天与你说这事，也只是我们将您当成可以信任的人，提前先跟您说，让您有个心理准备。东方恨闻言心中微暖，但也暗暗下定了决心。父皇居然将我幽禁在府，不让我参与朝堂之事，他这是打算要放弃我了吗？依我看，陛下并未放弃殿下，相反，陛下依旧看重殿下，殿下无需担心。张先生，老马的死因查明了吗？已查明，是被剑气所杀。根据目击者所说，对方是阴阳道宗之人。阴阳道宗？难道他们还想将一个女子扶持上皇位不成？可虽然她是女子之身无缘皇位，但她赈灾做得越好，就越衬托的孤无能。你们可有对策？殿下放心吧，有一个麻烦正在前往越州，一旦那麻烦到了，9公主她将再无回天之术。什么样的麻烦？妖魔榜第5，赤地炎魔。
寻常天人对上这赤地炎魔必死。如此存在，怎么会去越州？赤地炎魔性情凶戾，所到之处赤地千里，而他最喜高温干旱的环境。如今越州大旱，对于炎魔来说宛如一块宝地。若是阴阳道宗出手呢？殿下放心，若阴阳道宗出手，我凌霄剑宗也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好，姑就看这楚霓裳怎么吃苦头了。越州果然是最适合我的修行宝地，就算是皇室也休想拦我。赤地炎魔一招，你只有一招的机会，然后领死。猖狂人族小子，不管你是谁，敢打爷爷的路，你都死定了。雕虫小技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一剑毁了我的全力一击？就算是天人巅峰也做不到！你到底是谁？我说过你只有一招。危机已解，霓裳应该也准备好奇遇了吧？云来。是他，前太子。来人正是阴阳道宗宗主玄虚子，他本是来阻止赤地炎魔进入越州的，却被凌霄剑宗宗主拦住。两人大战后，他已是重伤。越秀城内，楚霓裳倚在祈雨台之上，在众百姓的注视下，顶着烈日焚香祷告。如今这旱情愈发严重，别说雨了，连一阵微风都没有，怎么祈雨？楚公子到底是何意？既然是兄长所言，那必定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只管照做就行。很快，那些因为厉王下台而被挡了财路的人脸上露出冷笑。这个时候祈雨，这楚霓裳走了一步臭棋呀！若是祈雨成功，那他将登上神坛。可惜这鬼天气怎么可能有雨？我楚霓裳相信，苍天有眼的话，并不会看着大周还有百姓们继续承受苦难。我愿以此身为契机，上达天听。上苍若真的有眼，就请睁开眼看看越州吧。突然，一阵风从远处吹来，只见天空中云层卷动，开始有乌云汇聚，竟是风雨欲来的征兆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好像真的要下雨了。另一边，楚修体内的真气正疯狂地向天空汇聚，直到乌云笼罩了整个越州。是时候了，雨来！瞬间，倾盆大雨落下，整个越州的炎热之气一扫而空。远处的玄虚子看着楚修的眼神已完全变了。这不是仙又是什么？越秀城内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无数百姓拜倒在地，敬公主为神明一般。这一刻，楚霓裳汇聚了天意，笼络了民心。兄长让我祈雨，这场雨肯定也是他弄的。兄长能够呼风唤雨，莫不是仙人？敢问楚公子是不是入了那陆地神仙境了？哈哈，想必你就是阴阳道宗之主玄虚子前辈吧？正是在下，不过前辈二字我可不敢当。我看你好似受了不小的伤势，不如随我先回越秀城休养一下吧。此次若不是有公子在，越州恐怕要落入赤地炎魔之手了。你们来相助越州，便是相助霓裳。我身为霓裳兄长，理所应当，无需言谢。我还是想确认下，公子已入陆地神仙境界了吗？如此穷追不舍的询问，难不成这个问题对你有什么意义吗？不错，公子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那我想请公子去我阴阳道宗一趟，帮一个忙，这关系到整个大周乃至天下苍生的存亡。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吗？实不相瞒，我阴阳道宗有着镇压魔窟的使命。魔无形无相，无法无天，秉承天地怨气而生。他们诞生于魔界之中，又可通过魔窟来到人间。千百年来，魔窟在我阴阳道宗镇压下一直相安无事。可就在数年前，魔窟封印出现缺口，唯有我阴阳道宗的镇魔法器才能够将其修复。可关键是，这把镇魔法器唯有陆地神仙方能驱动。魔界倒是有几分意思。等越州之事结束，我便随你走一趟阴阳道宗吧。多谢公子。接上集，楚修解决赤地炎魔后，为整个越州下了一场大雨，彻底解决旱灾。与楚霓裳告别后，楚修便同玄虚子前往阴阳道宗了。
可刚到山脚下，便看到远处阴阳道宗之内，一股黑色的魔道气机冲天而起，竟是灌入云层之中。多好，出大事了！老夫先行一步。白月，你继续赶路，我也去看看。怎么会？有师祖镇守魔窟，怎么会让魔气肆虐到这程度？宗主，师祖他在镇守魔窟的时候，被这黑瞳偷袭重创，跌入魔窟中了。什么？幽冥黑瞳，你们居然敢损坏封印！一旦群魔出了封印，为祸世间，这对你们幽冥有什么好处？笑话，我幽冥本就是为祸苍生的存在，你们太懦弱了，不敢打开魔窟，那就让我们来。找死！黑瞳大法。瞬间，天空好像出现一双巨大的眼睛。玄虚子捂着脑袋痛苦不已，因为他的受创，裂谷中的魔气也随之冲出。天榜第5的脑袋，我拿下。喂，这还站个人呢，别无视我了。废太子楚修，这修为都不可能。黑瞳大法。想乱我心神，你未免有些天真了。从刚才就听你一直废话，烦死了。死吧！位于魔窟入口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纯阳真火。纯阳真火之纯至正，乃是邪魔克星。又是邪魔克星，这些妖魔遇到我也算是倒霉到姥姥家了。这人类是谁？他居然可以轻易杀了一个天人武者，真倒霉！刚出封印就遇到这么个人物，别管他，离开此地，咱们就自由了。哈哈，碰到我，你们算是走大运了，尝尝我的纯阳真火吧。纯阳火焰瞬间铺满整个天空，所有邪魔被烧得一干二净。这莫非是某种天地诞生的异火？本以为是传闻，没想到真让我见到了。玄虚子突然想起，他家老祖还在魔窟之中。老祖还在下面，我必须去救他。宗主来不及了，与我们联手一起修补封印，重新镇压魔窟吧。不行，岂能看着老祖就这么死去？玄虚子正犹豫不决之时，楚修又出现了。鱼与熊掌，二者皆可得，我替你们走一遭。魔窟中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盘膝而坐，阴阳二气流转，化作太极图案，隔绝魔气侵扰。但他已经山穷水尽，根本挡不住多久了。老家伙，你就要死在这了。而在你死后，我们会冲出这里，吸食天地间的怨念邪念，我们会统治人间大地。哼，老夫相信天道有情，人间自有正气，你们长绝不了多久的。天道，哈哈哈，天道又能奈我何？刚才是不是砸到了什么？你便是阴阳道宗的老祖吗？正是。很好，随我离开吧。也不管这老头说什么，楚修直接将其带走。楚公子，这就是我阴阳道宗先祖留下来的镇魔法器天罗伞，唯有此物可修补封印，重新镇压魔窟，还请公子为天下苍生出手。这就是镇魔法器吗？看起来倒是有点意思。楚修动用法器天罗伞，成功将封印修补。刚刚还不忿的阴阳道宗老祖也是满眼震撼。在下阴阳道宗领虚子，多谢这位公子救命之恩。不用客气。此次有劳楚公子了，我这就让人去给公子准备一间上房，让你休息。楚修微微颔首，在玄虚子带领下出了后山，沿路遇到了不少阴阳道宗弟子。位于阴阳道宗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阴阳五行道法大全。本来楚修只是会拘魂潜降、呼风唤雨2种法术，脑子里顿时被塞入了上百种与阴阳五行有关的法术。我勒个豆，以后我成法术达人了。公子，你原来在这里，我还想看看魔窟是啥样呢，可惜迟了一步。没关系，那魔窟里黑不拉几，也没啥好看的，咱还是先就寝吧。次日，楚修道士在宗内闲逛了起来。他得到这道法大全后，也明白了法术也是有等级的，分别对应武学中的天地玄黄4等。找个时间好好实验一下这阴阳五行道法大全内的法术。公子留步。女子面容姣好，而且举止间带着一种缥缈之意，就好像得道的仙子。姑娘有何事？
公子可是前任太子楚修，在下阴阳道宗弟子柳如烟。我勒个如烟大帝呀！公子好，在下柳如烟，阴阳道宗弟子，想与公子切磋一番。我勒个如烟大帝呀！接上集，楚修帮阴阳道宗斩杀幽冥黑瞳，并重新封印了魔窟。正欣赏宗内风景时，却遇到了柳如烟大宗师。你不知道我是何等境界吗？听闻公子封印魔窟，略有猜测。虽然我比起楚公子远远不如，但我如今境界，一位苦修已难以精进，还请公子不吝赐教。好吧，那就指点一下你吧。随后，楚修就用一根小木杵玉剑跟柳如烟打了起来，任凭他使出何等法术，都无济于事。柳师姐可是地榜第10的大宗师，居然被压制住了。不是压制，这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难道他就是那个封印魔窟的前辈？最终他真气耗尽，只能投降。至此，楚修再收获小迷妹一枚。楚公子法术之高明，如烟佩服。你也不差，用不了几年，阴阳道宗就将多一个天人级术士了。楚修离开后，一路来到阴阳道宗的藏书阁。位于阴阳道宗藏书阁，恭喜宿主获得一目十行、过目不忘天赋。哦，这天赋不错，不拿来看书简直可惜了。年轻人，你的弟子令牌呢？拿来我看看。弟子令牌我没有啊。没令牌可不能进。参见宗主。我怎么成你们宗主了？此乃宗主谕令，手持谕令者，如阴阳道宗宗主亲至，凡是道宗之人，皆要听命。楚修走进藏书阁后，开始看书，时间一晃就是7天。哦，这本古籍有点意思，千年浩劫，陆地神仙消失之谜。他看完后继续在藏书阁内翻找，但却再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线索。看来这里已经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了，要想深究，恐怕只能去白鹿书院，那里是江湖上藏书最多的地方了。在你阴阳道宗叨扰有段时间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公子一路小心，此次天榜刷新却无第一，听闻与公子有关。小事而已，不管谁来找我麻烦，都得掂量掂量。公子意往何方？白鹿书院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白鹿书院青竹诗会就要开始了，公子可是要去参加？是吗？如果赶得上，倒是可以。我也许久未曾作诗了。楚公子，我也要去白鹿书院，不如让我随行如何？倒也可以。这女人莫不是看上公子了？公子，咱们3个坐一辆马车，你觉得挤吗？没关系，我就牺牲一下吧。青州境内，3人坐着马车来到一村庄，本想在这留宿一晚，却看到这村庄内好像在举行什么丧事。回公子，他们说村里的一个老秀才去世了。一个秀才去世，就使得全村人一起扶丧。看来此人在这村里的威望非同小可呢。这老秀才的死因很奇怪，是被挖走了心脏而死。听村里的人说，是石书妖做的。石书妖乃是一种特殊的妖魔，他们本为人，但却因为10年寒窗苦读，无人问津，渐渐心生怨气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转化成了妖。从这些残存的气息看，这石书妖的实力非同小可呢，能够与其激战至此，这老秀才也不一般。应该是某个隐居在此教化村民的老前辈，既然遇到了，理当去祭拜一下。楚修道也没反对，来到村民们给老秀才准备的祠堂。可突然间，那老秀才的棺材陡然炸开，老秀才的尸体漂浮到半空中，身上涌现出大量黑气，朝4面8方飞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是那石书妖的妖法。人死了还不放过，还是加了这本妖法，这让我当真可恨。火焰落在老秀才的身上，将那黑气全部净化，但却没有伤害到老秀才身体1分1毫。他的心口有黑气逐渐散去，石书妖法也被逐渐破除。众村民围了上来。我是本村的村长，公子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。老先生的身体被石书妖施加了妖法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村长以及身后的村民无比感激。不远处一个男子走了上来。五弟，二哥来了，这就来接你回家。在下白鹿书院二先生花无痕，见过楚公子。书院二先生花无痕，天榜第7，天人中境修为。柳如烟见过二先生。几位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们是来参加青竹诗会的，不知二先生与这位老前辈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书院的武先生，
多年前，他去参加科举，但因为性情太过正直，不愿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。最后，他来到这个村子，教这里的孩子读书。没想到今日再见，已是阴阳两隔。多谢公子出手相助，保全武先生的肉身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公子，既然你们是来参加青竹诗会的，不如与我一起回去吧，也好让我感谢一下诸位相助之情。可以。你曾以一首《水调歌头》名震大周文坛，来到青竹诗会，竟被一群垃圾当众刁难。你反手写出千古第一，安诗登高，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诗中才气冲天，使得天地震动，却突然，江湖第一杀手组织黑羽楼楼主有点意思，皇帝派来的吗？死吧！毫无花哨的一剑将其洞穿，而楚修看向远处。白鹿书院后山石窟，江湖第一人南宫问正抵挡着3位高手，石树妖、陈披山、剑清风，他们要救囚禁在魔窟中的幽冥之主莫狂。好家伙，幸好事先设计，让他先中了赤炼王蛇的毒，不然我们3个肯定不是他对手。不愧是当了20年天榜第1的家伙。南宫问真不愧是当今江湖最接近陆地神仙之人，不要大意。是你，天榜第3洛寒心，你竟然欺瞒天下人，假死加入了幽冥。不错，因为我在幽冥看到了长生之道。老师，你怎么样了？无痕，你速速离开，不要枉送性命。天榜第7花无痕，不过是多一具尸体罢了。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。合力击杀南宫问。自古巨大的力量烟尘四起，只见大量诗词宛若一堵城墙，将南宫问、花无痕护住，将4大高手联手一击挡下来。是你？对方正是破了他留在老秀才身上的妖法，也就是天榜无第一的第一楚修。快走，他好像已经踏入那个境界了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允许你们走了吗？老师，楚公子的修为难道接触到了那个境界？我现在明白风云楼为何会将他排在我上面，他之实力我不如也。楚公子小心！楚公子，你在玩什么？莫要再分神了。喂，这剑气的威力竟不下于全盛时期的南宫问。自由，这就是自由的气息。时隔20载，终于重新回到这世间了。老师，2师弟别来无恙啊！终究困不住你。老师，你舍不得杀我，就注定困不住我。好一尊陆地神仙境，敢问阁下高姓大名？还挺暴躁，在下莫狂，咱们还会再见的。莫狂离开后，还有一个麻烦没有解决，又是魔窟。想要重新镇压这个魔窟，看来必须将文碑才气完全引动出来。可想要做到一点，至少需要10首以上的传世诗词才可能做到。可这个时候怎么去找这么多传世诗词？10首就够了吗？简单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楚修口中无数名诗灌入石碑中，每一首都是世间罕见，甚至足以传世的佳作。众人已然被震撼到失神。文碑才气冲击天地，魔气在才气冲击下逐渐消散，而封印也逐渐被修复。如今越来越多的谜团浮出水面，楚修也迫切地想要弄清楚。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，就先说说那石窟内的人吧。那人是我的徒弟，书院的大先生莫狂，曾因为一女子而堕入魔道，创建了幽冥。那女子身怀先天绝脉，莫狂至情至性，不愿看着爱人死去，于是用秘法将其冰封，寻找解救法子，却堕入魔道。文碑还有魔窟的事呢。公子可是在追查1000年前陆地神仙消失之谜？正是。这与魔窟有关。1000年前魔界入侵，大量魔窟出现在人间，陆地神仙卫护人间，镇压魔窟，死伤惨重。如果说1000年前陆地神仙们是为了镇压魔窟而逐渐消亡，那为何1000年以来再也没有新的陆地神仙降世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此后，他镇压魔窟之时所写的近100首诗词，也被人编纂成册，在大周境内流传开来。他也被人尊称为诗神。我花开后百花杀，还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这个逆子果然大逆不道，居然由此反心。东方恨，你怎么看？楚修才情过人，一夜之间作诗100首，且诗词载体、情感各不相同。这首诗词看上去虽是大逆不道，可未必是针对陛下而来，有可能是写其他王朝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有扫平其余4国、一统天下的野心？老奴愚钝，看不出来。哼，你看不出来，朕可看得清楚，他分明就是在恨朕，真是逆子。蔡卿家何时如此匆忙啊？居然这么着急来见朕？回禀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
小日子国举兵来犯，来势汹汹，10万大军已经要抵达边境了。好一个小日子国，敢来犯大周，找死！派老二去，让他领20万大军干掉小日子，干不掉就不用回来了。眼前这个小伙只是看了下美女跳舞，便签到获得3000罗网杀手，光大宗师就有几十位。楚修离开白鹿书院，便直奔风云楼，因为风云楼是大周第一情报组织，他打算将其收为己用。阁下就是排列天榜榜单，一手操弄风云的风云楼主吧？连我的动向都了如指掌，的确名不虚传。哪里，比起一夜坐视白首的楚公子，我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不知公子前来所为何事？我要你们为我所用。诸位稍安勿躁，他制止手下，毕竟对方的实力足以单刷整个风云楼。楚公子的实力之强，是我生平罕见，可想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臣服，除非公子能帮我解决暗卫这个麻烦。皇室的暗卫嘛，那种货色还不用我亲自动手。不过你们怎么会招惹上暗卫？说起来，这件事跟公子也有关系。前段时间，我风云楼将公子列为天榜第一，他们前来镇压。虽然后来将公子从天榜第一中抹去，但他们还是不打算放过我们。知晓了前因后果的楚修，并不将其放在心上。这些暗卫正好用来验证一下自己罗网杀手的实力。夜色朦胧，风云楼上，此人是暗卫的首脑，正是60年前的杀手之王血刀绝情。今天风云楼将在江湖上不复存在。话刚说完，他面前突然出现一女子杀，二话不说就是一刀死。你是何人，竟敢与我暗卫为敌？罗网天子一号杀手经理，奉命前来杀你。你实力虽然与我相当，但你一人可杀不了我。所以说，就我一个人了。突然，很多杀手现身，每一个都不弱于经理，他们一起出手，很快暗卫便被杀了个一干二净。风云楼全体上下全部拜服。而楚修要掌控他们，正是要他们继续挖掘陆地神仙消失的秘密。公子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解决了暗卫？身在王都的周皇帝不仅得知血刀绝情已死，还得知前线大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朕得20万兵马，怎么可能打不过他们10万？回陛下，20万兵马如今只剩下1/10。二皇子带着这些人正在逃命。废物！20万大军就是伸直脖子让他们砍，也得砍个3天3夜。立即召集群臣商讨。朝堂上，周皇帝让众大臣出谋划策，可群臣面面相觑，都默不作声。李将军，你有办法吗？回陛下，拜日国来势汹汹，而微臣年事已高，就算挂帅出征，只怕也无济于事。哼，偌大的大周，难道找不出一个可以出征的将领吗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，王将军等人随二哥他一起出征去了，他们都败了，只怕其他人去了一样。你二哥无能，那你可愿出征？父皇，霓裳愿意挂帅出征，为父皇分忧。废物，还不如你妹妹有胆气。带兵打仗可不是儿戏，你闲暇时读的兵书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，与真正的战场有天壤之别。儿臣明白，儿臣愿立下军令状，若是不能驱逐拜日国，提头来见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女儿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你之前赈灾，深得朕心，朕给你10万兵马，3日内出征，迎击日子国。朕希望你这次也不要让朕失望。大周南境云州，楚力带着残兵败将，嚎了2天半之久。孤累了，那拜日国的军队一时半会也追不上来，先休息一下吧。殿下，现在是危急关头，休息不得，只能快些赶回王都。休息一会就行。再说了，有灵蛮宗主出手牵制那些人，定能为我们争取足够的时间。这时楚霓裳带着援军正好撞见楚力。霓裳，你怎在这里？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？让他来见姑。本宫便是军队的统帅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是援军统帅，怎么可能？战场凶险，来人，将二皇子殿下送回王都。不，姑不要回去，援军已到，姑要杀回去一雪前耻。20万大军都让你葬送了，你还想再葬送多少人？你不过是败军之将，希望你自己认清楚这个事实，赶快给本宫回去好好反省。好，楚霓裳，姑小看你了，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将拜日国的大军打回去。能够输得这么惨，楚力也是个人才，只不过若是他一人大败而归，倒也正常。可他随行的那些名将，不该也如此不济，这其中应该还有什么隐情。公子已经查清楚了，厉王随行的那些名将全都遭到了暗杀。拜日国内除了10万兵马之外，随行的还有不少江湖高手，其中甚至包括天人巅峰强者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有天人出手，难怪楚力输得这么惨。霓裳有我给他留的底牌，此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风云，你继续去调查拜日国。是。眼前这个男子只是留在妹妹体内的一股剑气。
便灭杀敌人的10万大军。他的剑下众生平等。哇，没想到哥哥留给我的底牌竟然这么厉害！拜日国大势已去，弟兄们冲啊，抢回我们的领土！小日子的主力虽被一剑消灭，可楚霓裳夺回丢失的城池还是费了很大力气。原因是他们的士兵都吃下了一些红色晶石，变得异常狂暴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回头给哥哥看一下。前线打赢了周皇帝，自然非常高兴，但在楚力的撺掇之下，竟然要给楚霓裳奖赏一个夫婿，这样大周就不可能出现一位女帝了。公主霓裳率领大军驱逐拜日国，居功至伟，然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拜日国已经投降，多造杀孽，有伤天和，请霓裳公主交还兵符，即刻返回王都。这么急着收我兵权，是怕我拥兵自重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拜日国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投降，难道我们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？可恶，陛下这是怎么了？他昏头了吗？你们先行退下吧。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，纷纷走了出去。公主，不仅如此，陛下还听信厉王谗言，要给你选一夫婿，恐怕也是要借机控制你，怕你是同楚修一伙的。我明白，事实上他也没有猜错，我跟兄长的确是一伙的。那公主，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想个法子拖延一下吧，反正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有了，既然没法拒绝，不如来个比武招亲，大肆宣扬一番。哥哥知道了，肯定不会看着我被别人抢去。这样也好，对，都是因为他。赤阳血晶，公子认得吗？此物是以人之精血凝练而成，一颗赤阳血晶至少需要1000人精血方能凝聚出来，可大幅度提升武者修为。不错，此物便是幽冥之人传入拜日国。还有一事就是，您的妹妹在王都公开比武招亲，听说现在为了给霓裳公主择婿，厉王还有云王都争锋了。能想出这样的招数对付自己女儿，不愧是你周皇帝。谁都想让自己手底下的人抱得美人归，在朝堂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。他们那些人配吗？我会安排好人去营下比武的。逆天大周皇子竟要对自己亲妹妹下手。事情的起因便是在楚霓裳的比武招亲大会上，竟无一人是楚修派来的神秘人的对手。楚力眼看计划就要落空，这时有人提出阴招，罗下楚霓裳的贞洁，从而受他控制。还好有楚修安插的罗网杀手及时阻止。楚修得知后，满怀滔天杀意，直奔王都而来。楚霓裳恢复正常后，就来找周皇帝告状。畜生！瞧你做的好事，居然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，你还是人吗？父皇，儿臣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还想狡辩？霓裳都已经全部告诉我了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请霓裳来儿臣家赴宴，顺便商讨招亲之事。可谁知道霓裳他身边的人突然暴起，残害儿臣府兵。至于下药之事，完全是子虚乌有，儿臣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霓裳，他居然要编造出这等谎言来陷害我。虽然做的事不像人，但这骨子宁死不认错的狠劲倒是不错，有帝王之相。父皇若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去查。周皇帝向来看重皇家颜面，没有真凭实据的话，断不可能让这件事传开。楚力也是笃定了这一点。霓裳，这件事你的确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朕会补偿你的。至于厉王，罚你禁足3月，不得出府。楚力闻言心中暗笑，脸上仍是一副无辜的样子。不管怎么说，总归是我怠慢了霓裳，我愿意领罚。楚霓裳在一旁听着不禁觉得可笑又悲哀，为了所谓的皇家颜面，连他的贞洁都不重要了吗？呵呵，皇室真是一个肮脏的地方。霓裳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儿臣明白了，儿臣告退。霓裳和楚力告退后，一太监慌慌张张来报，禀陛下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楚修他来王都了，而且是光明正大，并未隐瞒行踪。什么？我将他贬为庶民使，曾令他今生不得踏入王都半步。他现在突然来王都，他想做什么？厉王府内，楚力虽然被禁足，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断，也得到了楚修要来王都的消息。他居然还敢来王都，真不怕父皇对付他吗？以他的实力，应当是不怎么怕的。怎么？难道传闻是真的？楚修真是陆地神仙？有这个可能，但我们也还不知道真假，或许这一次就能看出来了。他到底为何要来帝都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楚霓裳的事了吗？一想到自己可能要面对一个陆地神仙，本就尿干净的楚力，硬是又挤出来几滴。就算楚修真是陆地神仙，也肯定有办法。而且我还是皇子，有龙气护体，他不敢拿我怎么样。
王都40里外，楚修已至，迎接他的是王都城防军的统帅王峰，也是昔日跟随楚修南征北战的将领之一。如今他率领城防军来到这里，却是为了阻止自己昔日最仰慕的对象再进一步。公子，王统领，许久未见了，别来无恙。公子，你来王都做什么？我妹妹受了委屈，我来这为她杀几个人。陛下曾下令不准公子踏入王都半步。哼，我知道，但我想去的地方，他阻止不了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我等10军之路便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子进入王都了。我明白，感激我妹妹，别说是皇子，就是皇帝，我也斩你。楚修所过之处，城防军皆人仰马翻，但却没伤一人性命。统领，我们好像没受伤，还追上去吗？追你个头啊！反正皇上的命令我们已经照做了，拦不住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让兄弟们乖乖躺着吧。来到城门前，迎接楚修的是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的弓弩利箭。即便是有真气加持，但这种凡俗之气又怎么可能破开陆地神仙境的护体真气？熟悉的剑，熟悉的路，依旧是为杀一人。因为他是楚修，曾经这些将士都曾舍命保护过他，如今只是立场不同，并无对错。周皇帝已经得知楚修进入王都的事，脸色阴沉的要滴出水来。他踏入王都了，这个家伙眼中完全没有朕这个天子，他这就是在造反。父皇，楚修蔑视朝廷法度，无视皇室威严，贼等行径绝对不能姑息。若是不斩了他，天下百姓对朝廷、对皇室的敬畏之心何在啊？你说的不错，那你以为朝廷之中有谁可以抵挡得了楚修呢？哼！赵将军，你乃是朝廷一品君侯，身经百战，修为已经达到无上宗师境界，你要多少兵马才有办法抵挡楚修？楚修的实力之高，连东方公公这样的天人都不是对手，何况是我？马德，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人挡得了楚修吗？来人，去钦天监请国师。钦天监国师乃是大周最为神秘的人物之一，此人来历成谜，但手段却是高深莫测，有大周第一术士之名。王都之内王宫之前，楚修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心中情绪颇为复杂。让路吧！排山倒海的真气碾向禁卫军，只有禁卫军统领还能勉强站立。在下拿朝廷俸禄，当为朝廷分忧。我乃是禁卫军都统，守护宫墙乃是我职责所在。纵然不是对手，也不能后退半步。不错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楚修神色平静地踏入王宫，再无人敢阻。而王宫金銮殿外，周皇帝、楚立众大臣心中忍不住的畏惧。没想到楚公子居然有此修为，大周江湖只怕要以你为尊了。楚修看了对方一眼，来人正是国师白龙子，在朝可为千古明君，再也可做陆地神仙。楚公子真乃人中龙凤啊！你是专门来夸我的吗？若是这样，你可以把夸我的话写下来，然后滚开，别来碍事。楚公子说笑了，我为国师，岂能看着你在这里胡作非为呢？所以前来斗胆请教。管你是龙是虫，我皆一剑斩之。哈哈口，你居然真的是陆地神仙，这一来我就能够动用全力了。九龙珠仙阵。竟然还有阵法，若是对上寻常仙人尚可，在我面前还是弱爆了。而敢身为大周皇室子嗣，成为陆地神仙后，不想着报效大周，居然还敢杀上王宫。王宫之内潜藏着的陆地神仙啊，今天总算是见到了。老祖，你能应付吗？我修养数10年，虽然没有恢复到年轻时候的巅峰，但出手对付一个小辈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大周有我，倒不了。倒是身上流着皇室的血脉，只要你能回头，我还是愿意接纳你，让你继续当个皇子。若表现出众，当太子也不是不可能。对，楚修回来吧，朕可以重新接纳你。当时将我驱逐时，怎么不见老祖你前来阻止？现在让我回来就回来，你们将我当成什么了？看我一剑拜你，剑来！什么？这股力量，你竟然达到了陆地神仙级境，这怎么可能？楚修只一剑便击杀大周老祖，楚立见情况不对，准备开溜。大哥，饶我性命！
现在知道叫大哥了。霓裳也是你的妹妹，你想过吗？自古无情帝王家，希望你下辈子别生在帝王之家了。杀死楚丽的瞬间，便有无数龙息灌入楚修体内，这便是龙气反噬，但很快就被他用修为强行镇压下去。他来到楚皇帝面前，看着这个昔日高高在上的父皇，如今他一念便能决定其生死。你不能杀朕，朕乃是天子，身上的龙气非楚丽可比。你杀了朕，绝对承受不了龙气反噬，而且朕可是你的父亲，你若弑父，就算你是陆地神仙，也要遗臭万年。你慌什么？我虽不能现在杀你，但却可以控制你。只见楚修剑指一动，一道剑气从他指尖掠出，进入周皇帝体内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过是在你体内留下一道真气罢了。你做的蠢事太多了，自抽耳光200下，给粉丝们解解气，不然随时要你狗命。我可是你父皇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怕死的本能还是让他动起手来。大周至此落入楚修掌控之中。次日，楚修便在王宫中恢复了起来，与老祖一战看似轻松，但实则已经用了3分力气了，真气损耗严重。东方公公，周皇帝如何了？陛下他回殿之后大发雷霆，摔碎了不少东西，看上去全无帝王风范。从高高在上的帝王沦为任我摆弄的傀儡，他会这样，倒也在意料之中。公子，你既能掌控陛下，为何不直接让陛下下旨，让他直接退位，让公主登基呢？兄长是想要让我名正言顺的登基，而不是背上造反的名头。哈哈，知我者，霓裳也。兄长，你杀了楚丽，受到龙气反噬，真的没什么大碍吗？无妨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那兄长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去一趟凌霄剑宗，你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呢。兄长为了我接连斩杀天人，若是凌霄剑宗奋力反抗，只怕兄长也会出手将他们覆灭吧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大周武力衰弱，其他几个王朝恐怕会生出别样的心思。放心，我一人就能吊打他们。大楚王朝，楚皇帝对大周内的事情已然知晓。大周接连损失高手，前段时间又与拜日国一战，损耗极大，这正是攻下大周千载难逢的机会呀！不可！老祖，为何？有楚修在，要拿下大周绝非易事，必须先想办法先拿下此人。那老祖可有什么良策？周皇帝不是说楚修勾结我们大楚圣女，所以才将其贬为庶民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派出圣女前往大周，再一次与此人接触，看能不能将其拉拢。哦，妙啊，就这么办。接上集，楚修终于抵达皇宫，不仅斩杀自家老祖，还控制了昏庸的皇帝，至此大周已然掌控在手。接下来就是去处理凌霄剑宗的旧账。张先生和罗剑锋回到凌霄剑宗内，并没有将设计暗害楚霓裳的事说出来。你确定不将楚霓裳的事说出来？你若说出来，凌霄剑宗定然不会保我们2个，那我们就真的死路一条。可王都那么多高手，甚至是陆地神血都挡不住楚修，凌霄剑宗又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凌霄剑宗做不到，但至少可以为我们拖延一些时间，让我们准备逃走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只能这样了，走回去收拾东西。凌霄剑宗外，楚修已然来到。楚修，我们凌霄剑宗虽然扶持厉王，可现在厉王已死，我们不愿再插手朝堂之事，也不愿与你为敌，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？既然参与了党争，那你们就应该要有粉身碎骨的觉悟，现在求饶未免太晚了。而且罗剑锋还在，他更该死。罗剑锋正是那个在比武招亲会上给楚丽提出阴招的小人。罗剑锋只是我凌霄剑宗的一个弟子，就算他辅佐厉王，阁下身为陆地神仙，为何还要对他穷追不舍？呵呵，看来你们对于罗剑锋做过的事是真的一无所知啊！听到这话，凌霄剑宗的大长老察觉到一丝不妙。楚公子还请稍后，我让人去找罗剑锋，马上就将他带到你面前。为何不直接打个语音叫他过来，还省得来回跑了？但很快一个弟子前来汇报，回大长老，罗剑锋还有张毅2人已经逃了，而他们的住处内金银财物全都被搜刮一空，显然是携款潜逃。这2个孽畜！大长老亲自出马，很快就将2人抓了回来。楚公子我自首，想要玷污霓裳公主的主意是罗剑锋提出来，厉王答应的，与我无关。我劝说过他们了，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。你胡说，是你提出来的，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。楚修看着这2人狗咬狗，神色平静，他不在意这主意谁提出来的，反正这2人都要死。无耻！我凌霄剑宗怎么说也是名门正派，居然会出你们这样的货色。公子，这2人按照我凌霄剑宗的门规，当行万剑凌迟之刑。刚说完，愤怒的大长老就万剑将2人剁成了肉酱。我允许你杀他们了吗？公子请息怒，我一时愤慨，这才出手的。罢了，2个垃圾，死了就死了。至于凌霄剑宗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即日起，你们自行解散吧。
怎么，你们不愿意？不是，我们这就解散剑宗。接上集，因为赤阳血晶这种邪物对百姓危害极大，成千上万人才能炼制一颗，所以楚修让大周各地罗网杀手相继出动，开始剿灭幽冥成员。罗网这两个字也渐渐被人熟知，取代了幽冥，成为黑暗界中的第一霸主。好一个楚修，好一个罗网！主人，他来了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青年缓缓走进阁楼。大周老祖已经陨落，正是大周数十年来最弱的一次。你们大楚当真不好好把握机会吗？莫狂，大周老祖虽死，但多了个楚修，此人能杀大周老祖，你觉得我们会轻易出手吗？楚修再强也不过是一个人，他护不住整个大周，而且若有此物，你们还会忌惮他吗？好浓烈的吸血精华，你到底吸收了多少人的精血才炼制出这么一颗噬阳血晶？半日国入侵大周那一战，死伤无数，这颗血晶便是从中提取出来的。你将此物交给你们大楚老祖，有此物相助，他何须畏惧楚修？你的话我会带到的。大楚圣女柳青衣正是曾经害得他失去太子之位的女人。你来此做什么？来此见一见公子，感谢公子昔日救治之恩。昔日你骗我说你是江湖儿女，被仇家追杀，我既遇到了，便随手救你一次罢了。你要报恩，就回去让楚皇帝写一份投降书，归顺我大周。这个我恐怕做不到。既然做不到，那就别提报恩的事了。我此次前来，主要是想要与公子做一个交易，我帮公子重掌帝位，公子与我大楚联姻结盟。呵呵，不知道你让谁来与我联姻呢？你吗？帮我重掌帝位，又从何说起？我大楚公主可任由公子挑选，而且不瞒公子，我手中3000铁卫已潜入王都，只要公子答应与我的交易，我一声令下，他们便可杀入王宫擒拿周皇帝。罗网杀手扔过来的正是铁卫之主的脑袋。回公子，铁卫之主已死，其余铁卫也被一一解决了。我若想要登基称帝，何须你相助？你想要的是我帮你成为你背后的青莲教教主吧？那公子想要什么？我要整个大楚，我虽然可以自己打下来，但是还是要费些力气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只要公子助我成为青莲教主，我愿俯首称臣，助公子掌控大楚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就先跟我去见一个人吧。想要掌控大楚，此人必死。楚修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在你踏入王都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了。你不好好在你大楚待着，竟敢来觊觎我大周边境2州，你该死！呵呵，有些意思。是我一招。大楚老祖刺出一剑，取被楚修的罡气挡下。大楚老祖的瞳孔一缩，心中大惊，因为一般只有修为境界远远高于对方的时候，才能够用自身护体罡气挡下对方的攻击。呵呵，你之实力不如我大周老祖，但是胆子却是大上不少。楚修抬手，一道真气打出，竟将大楚老祖震飞数十米。你竟然达到了陆地神血极境，不过我这次赶来也是带了底牌的。他拿出那颗赤阳血晶，毫不犹豫服下，身上的气息开始攀升。真是让人厌恶的力量啊！大楚老祖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，这一剑快到他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只感觉身体内的生机在不断消散。我已服下了赤阳血晶，为什么还不是你对手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的身体被剑气瓦解，最终消散于天地间，成为第二个死在楚修手中的陆地神仙。灭了大楚老祖后，楚修不紧不慢地走回宫殿，而周皇帝此刻已经绝望地瘫坐在地上，他最后逃脱楚修掌控的希望也没了。为什么你的修为会这么强？陆地神仙举世无双，但你却能杀陆地神仙，如屠猪狗。你为了一己之私而选择出卖大周，意图割让2州之地，早已经不配成为一国之君了。等霓裳回来后，你就退位吧。我若是不答应呢？陛下忧心国事，心力交瘁之下，突发心急而死。临死之前立下遗诏，立霓裳公主为周皇帝。你觉得这个理由怎么样？你敢弑父？有何不敢？不就是区区龙气反噬吗？无有何惧。楚修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周皇帝还想追上去质问，却发现周身突然布满无数银色丝线。陛下，您当初要是不将公子贬为庶民，何至沦落至此？东方，没想到连你也是他的人。柳青衣将刚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知道自己赌对了。公子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大楚让一个陆地神仙进入大周，是对我的挑衅，我岂能无动于衷？大楚内，楚皇帝已经第一时间收到了前线战报，但只是得知楚军大败，却不知是被路过的楚修绞杀。好一个楚霓裳，居然有如此将帅之才！回陛下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楚修来大楚了，还有圣女柳青衣。什么？他
他们居然还活着。当时将圣女派去给楚修，就已经是将其当作弃子了。老祖还没联系上，快去请青莲教主，让他务必挡住楚修。楚修来到大楚，并不着急前往王都王宫，他也知道自己进入大楚的消息瞒不过皇室那无所不在的暗卫。师尊，眼前这人正是大楚国教青莲教的教主，在大楚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你背叛了大楚吗？是皇室先付我的。皇室忌惮我青莲教不是1天2天了，这一点为师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与皇室共治大楚是历代教主都要遵守的祖训。如今楚修前来大楚，势必对我大楚造成威胁，为师不得不来。你若还当自己是大楚的人，就先退下。柳青衣没有动，而是看向了楚修。看来阁下将我这个徒弟调教得不错的，如此驭人之术让人赞叹。青莲教主，大楚江湖第一人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。如你所愿。天空中，青莲教主感受到楚修的气息，心中猛地一紧。老木，气震，他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，我一人不是对手。你们大楚皇帝就派你们2个垃圾来阻止我吗？九宫乾坤阵，霎时间，一个巨大的棋盘出现在楚修脚下，其中阵法之力翻涌，笼罩住楚修。青莲教主，棋局已开，接下来看你了。青莲教主，大楚棋圣，为了对付我一人，大楚2大传说齐出手，我面子还真大呢。碎！楚修声音落下，阵法直接破，连带棋圣被直接重创。呵呵，一面破我棋局，死在先人之手，倒也算不枉了。其实楚修早已出手，只不过他的剑实在太快。青莲教主看到这一幕已经呆住，随手将酝酿好的棋剑转身就要逃命，可楚修怎么会给他机会？一柄飞剑直插后心，令其当场陨落。大楚的高手不过尔尔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我师尊，请公子让我将他埋了，入土为安吧。随你。说完，楚修便前往大楚皇宫。皇宫之中，无数军士将楚皇帝护在身后。如今大楚老祖以及青莲教主等大楚顶尖高手都已覆灭，他心中恐慌到了极点。楚修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请你并天。我乃大楚帝王，你难道就不怕龙气反噬吗？我还没杀过皇帝呢，所以我想试一试。今日我便手握赤霄斩帝王。楚修真气爆发，挡在皇帝身前的士兵全部被掀飞。楚皇帝死。就在此时，一股比起之前楚力强大10倍不止的龙气反噬而来，仿佛要将他整个人撕裂。真是惊人的龙气反噬，若非我现在已经晋级陆地神仙大圆满，只怕还真镇不住。就在他斩杀楚皇帝后不久，柳青衣也已经到来。想好要怎么掌控大楚了吗？我心中已有计划。那就好。很快，大楚前线战败，宣布向大周投降。柳青衣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，他则顺利成了青莲教主，替楚修掌控大楚。楚修正在一个宫殿内休息，他盘膝而坐，镇压体内龙气，但这些龙气如复古之躯般，难以完全驱除。这些龙气来源究竟是什么？为何皇室会受到龙气庇护？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所谓的气运护佑皇室吗？公子，王宫内的各种藏书我已经整理好了，随时可以送来。我知道了，那为你扶持上位的皇子可还老实？四皇子性子孱弱，胆小怕事，现在听话得很。那就好，如今大楚已落入你的掌控，这份至高无上的权力滋味如何？这一切皆是公子所赐，唯有公子才称得上是至高无上。对了，我在御书房还发现了这个。楚修看到那玉玺的瞬间，只觉得体内龙气微微震动起来，竟是对于这玉玺产生反应。你先下去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楚修惊奇地发现，这玉玺可引导龙气，化消龙气反噬之伤害。这玉玺神妙，似乎还有诸多妙用没有被开发出来。难不成这玉玺便是皇室龙气的来源？接着，楚修前往大楚藏书阁，开始阅读各种古籍。龙脉、龙气、魔族、陆地神仙消失之谜，这些事应该存在着某种关联。大周，楚霓裳凯旋归来后，独自前来见周皇帝。恭喜你凯旋归来。王都发生的事，我已经听说了。父皇没想到你会自己背叛大周。就依兄长所言，你自己退位吧。3天后是个好时辰，就定在那一天宣旨。朕知道了。既然如此，那父皇早点歇息吧，儿臣告退。霓裳，你们就这么恨朕吗？我们不恨你，只是对你没有感觉了。楚霓裳回来后见到了楚修，听说楚霓裳3天后要登基，他为对方感到高兴。诸多臣子也都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，尤其李书涵这一类直臣清官，整个王都喜气洋洋。但七皇子楚云正在借酒消愁。我跟厉王斗了这么久，到头来这天下却是他的。楚修，你们好手段啊！
昔日与你王争得如火如荼、意气风发的七皇子，今天居然沦落至此，可悲可叹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达成心中所愿，登上那至高无上的位置。就凭你，楚修可是连陆地神仙都能斩杀，而且我与你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帮我？我乃妖魔王榜首黑天王蛇，帮你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楚霓裳登基。此人与前太子一样有雄才大略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庸的周皇帝。你也曾经参与过夺嫡，一旦他登基，就有无数的理由杀你。楚云心中动摇了，他不觉得自己会有个好下场，索性赌一把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有何计划？你只需要献出部分血液，助我增加妖力，剩下交给我。他想要从蛇化龙，就需要楚云体内的龙气，而龙气又不能强取。今日是楚霓裳的登基大典，万民朝拜，众望所归，文武百官宣誓效忠。皇室龙气在这一刻也达到了顶峰。哈哈哈，这么浓郁的龙气，并能助我化龙，就是现在。黑天王蛇飞上天空，贪婪地吸收着龙气，有七皇子血脉灵气为引，在吸收天地间的龙气，他的身体开始蜕变，龙角、龙尾由蛇化龙。哈，这股力量，这一天我们要阻挡太久。比起其他人的惊慌失措，楚霓裳就显得平静许多了。对于他的出现，好像并不意外。你不怕我？我为何要怕？我早就知道你们会出现。自从你们踏入王都的那一刻开始，一举一动皆在掌控之中。你知道我们来了，为什么不阻止我们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为了看你们能够召集来多少的妖魔，好将你们一网打尽。哼，愚蠢！我如今已经化龙，城外实力有我魔族100万大军，你如何能够将我们一网打尽？所以说，你们对我兄长的认识太浅薄了。而此时的皇城之外喊叫连连，妖魔的核心力量正被楚修疯狂收割，很快大军便瓦解。妖魔一直都是大周的心腹大患之一，我要感谢你们，这一次聚集了这么多的妖魔，让我能够一网打尽。大言不惭，只要能颠覆大周，他们的牺牲就是值得的。而且我已化龙，凌驾于众生之上，你如何能挡我？那今日我便斩龙。前来！看到这股力量的黑天蛇王，心中生出一股无力，竟是忘记了反抗。陆地神仙极境，竟恐怖如斯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有此物，可源源不断提升力量。看似强大无匹的蛇王，也被楚修一剑斩杀。或许楚修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顶点了。蛇王死后，龙气重新回归到楚霓裳的身上，在他头上凝聚出一头若隐若现的气运金龙。楚修护驾有功，斩杀妖魔，朕封其为护国武神。从今往后，武神与朕地位等同，见武神如同见朕。众人虽然震惊，但是没人有异议，因为大周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。参见武神，武神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罢了，武神就武神吧，反正应该也只是一个闲职，闲来无事，当也就当了。成为了护国武神，他也重新获得了龙气，往后的大周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平静。武神府内，一道剑意冲天而起。恭喜你又进步了，虽然你修为进步了，但你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提升，剑法境界还停留在之前的地步。公子，我已经非常努力了。这也怪不得你，一个武者需要战斗还有历练，才能够不断提升。你一直跟在我身边，虽修为进境一日千里，但却始终少了一份杀气。你离开我身边，前去闯荡江湖吧。公子，我不想离开您，我只想在你身边服侍您。哈哈，只是让你出去历练历练，难道月儿这么快就不听话了吗？公子的话，白月当然听。那好，立即给我去江湖上历练，不成天人之前别来见我。是公子。虽然这么说，但他心中也是万分不舍，只是他不能为了私心荒废了白月的前途。3天后，柳如烟找到楚修求助，他们阴阳道宗之内的封印削弱得非常厉害。他再次进入魔窟中一探究竟，魔窟中魔影重重，但他身怀纯阳真火，不惧魔物。没想到当代人族居然产生了你这种存在，看来你就是这魔窟的首领了。楚修，你能够拦得住我们，但也拦不住天地大势。大势已至，魔族将要席卷天地。我不会给你们机会的。目前看来，只有摧毁这空间漩涡，才能根除魔窟了。不再废话，轩辕剑出世，直插魔窟之中，失去了根源。此地魔窟宣告破灭，而古老的魔界之内，有一个通道被销毁掉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势还未完全到来，人间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强者？有些意思。魔窟已毁，这里以后不需要天罗伞稳固封印了。多谢公子仗义出手，
这把天罗三本是为了镇压此地魔窟而存在，而我们阴阳道宗后辈无能，没有人能够驱动这件法器，不如将此物赠送给公子，请公子笑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下了。以后阴阳道宗若是出了陆地神仙，可以随时来取回此物。接下来楚修前往白鹿书院，打算一口气将大洲内魔窟问题全部解决。但魔窟肯定不止这么2个。刚解决完魔窟，一只小鸟飞了过来。兄长速归，另外3王朝来犯。人一旦作死，拦都拦不住。你敢相信吗？5大王朝我一人灭了2个，另外3个竟还敢发兵来犯。就在几日前，赵、于、梁3位皇帝集3国之力发兵大洲。3王朝同时发兵攻我大洲，以深入腹地，仿佛是说好了一样，欺人太甚。如今大洲危在旦夕，你们可有什么良策？陛下，3大王朝来势汹汹，而我大洲现在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同时应付他们，微臣觉得还是主和比较好。陛下，王大人说的对，3大王朝来势汹汹，这实在是让人没有准备啊，还是跟他们议和吧。哼，主和？你们觉得我大洲主和，3王朝就会放过我们吗？一次示弱将会使我大洲一直孱弱下去，他们正是认定我大洲会主和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的进攻，想要让我大洲割让州域给他们，但朕偏不给，偏要跟他们战到底。陛下说的极是，必须战，而且必须胜，只是关键在于如何用兵。3王朝兵力加起来有将近100万之众。唉，兄长还没有回来吗？来书房吧。兄长，3大王朝来势汹汹，可有对策？大赵与大楚毗邻，我已传讯给柳青衣，让他带兵攻击大赵，迫使大赵回援。而大梁急行军，粮草肯定空虚。大周只要集中兵力，派上几个将领，足以应付他们。朝中武将暂无可堪一用之人，我打算。你不能离开王都，你刚登基，需要坐镇后方，御驾亲征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为，不如就派樱桃去吧。呀，我去吗？好吧。让他率领大军去对阵30万大军，一时间觉得有点压力山大。樱桃，我看好你，打赢这一战，朕就封你当大将军。不过还剩最后一路大鱼的军队，大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应付他们了。他们交给我。你要一个人对付40万大军，会不会太凶险了？放心吧，我修为冠绝当世，别说40万大军，就算再多10倍，我也能来去自如。楚修没有耽搁，立即出发，独自一人前往北境。这峡谷乃是前往北境的必经之路，名唤玉门峡。位于玉门峡，恭喜宿主签到获得法术七星诀，可吸收星辰之力化为己用，在短时间内强行提升修为，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。哇哦，哈哈，这法术不错，要是被那些术士知道了，只怕要眼红疯了。楚修神色淡然，来到玉门峡后，扫了一眼这里被破坏的防御工事以及死去的士兵，何须躲躲藏藏，出来吧。下一3人出现在上空，竟是3位陆地神仙。3大王朝潜藏的陆地神仙，还有身上这股赤阳血精的气息，看来那丧家之犬莫狂跑到你们那去了。猖狂小辈，吾3人不拿下你，这天下恐怕还真你说了算了。之前我还奇怪，为什么你3王朝为何这么着急前来送死？原来被莫狂当枪使了，可悲。此时场上只剩大鱼老祖还活着，他心中惊骇到了极点。忽然他感受到大鱼大军已经到来。太好了，大军，就算你是陆地神仙，可这数10万大军又岂是你能一人杀尽的？说完，他逃入大军之中。楚修看着脚下的大军，一脸的漠然。侵犯他国领土，你们想来有死的觉悟了。七星诀发动，星辰之力汇聚，转化成无尽剑影。疯了，疯了！他居然想用一己之力杀光这里所有人吗？剑意凝聚完毕，遮天蔽日，仿佛将天都给遮住，大军竟显得那么渺小。一剑又一剑落下，此刻的玉门峡已经化作了人间炼狱。3位陆地神仙，40万大军全灭。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如今该是一统了。大鱼，年老的大鱼皇帝瘫坐在龙椅上，双眼无神的呢喃：完了，全完了！老神仙死了，我大鱼40万大军也全都没了。这叫朕死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？都是他，都是那个莫狂的错。来人，派人将莫狂抓起来。
启禀陛下，莫狂已经离开了，我们拦不住他。求求你不要杀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要怪就怪你们魔族，非要祸害百姓吧。接上集，大周战三王朝大获全胜后，近半年百姓安居乐业，大周一片祥和。可突然天降大雪，一连数十日的雪灾几乎将皇城都吞没。楚修找寻根源之际，发现了这处魔窟与雪妖。人皇幡，给我搜魂！趁血魔刚死，灵魂未完全散去，楚修如愿以偿地开始搜索对方的魂魄。一时间，大量与魔族相关的信息一一涌入脑海：魔界、血魔、炎魔、魔王、魔仙、绝星剑魔、无头将军等等，许许多多楚修未曾见过听过的事物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已经有很多妖魔正陆陆续续踏足人间。趁现在高等级的魔族无法降临，得赶紧想办法预防。人间竟然有此等高手，以魔大阵还需要一段时间，等魔主亲至，这天下依旧是我们的。武神府内，楚霓裳兴奋的到来。兄长，雪灾的根源问题是不是解决了？是魔族作祟。又是魔族？霓裳，这方世界即将引来一场大变，魔族也不甘寂寞，想要入侵人间了。大周除了要一统天下，对付其他几个王朝外，还需要对抗魔族，所以我打算建立一个组织来对抗魔族，就叫镇魔司。好，我这就下旨建立镇魔司，由兄长你担任镇魔司之主。你需要多少人，我都给你找来。镇魔司对抗魔族，实力自然不能太弱。第一批镇魔司人手，我心中已有人选。分别是阴阳道宗老祖灵虚子、阴阳道宗天之娇女柳如烟、白鹿书院南宫问，以及其最强弟子木耳，还有罗网第一杀手。这些人听到楚修要创建组织对抗魔族入侵，都是毫不犹豫的答应。还有一处需要楚修亲自走一趟，就是这缥缈圣山山主傲无双。位于缥缈圣山，签到获得法器寻魔罗盘，可洞悉魔器寻找魔族。有了此物，镇魔司才能算是真正的镇魔司。楚修前来拜访。武神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在下傲无双携圣山众人前来恭迎武神。山主无需客气，此次前来是想邀请山主加入镇魔司，共同对抗魔族。傲无双向来狂傲，心中不太愿意加入朝廷的组织，但也不敢得罪楚修，因为他的邻居凌霄剑宗已经没了。我若不加入，会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自会去找其他人。南宫问与灵虚子都已加入，你确定不考虑一下吗？镇魔司为苍生对抗魔族，武神大义，要我加入不是不行，但我想看看我与武神大人的差距。哈哈，如你所愿。傲无双刚要动，眉间便已出现一柄剑，感受着剑上的气息，他丝毫不怀疑，如果玩真的，这剑可杀他10次不止。这一剑如何？这是什么剑法？什么剑法？随手一剑而已，何来剑法？从此往后，在下愿为武神驱使，只求武神指点我，我要怎样才能够抵达武神的境界？要达到我的境界不容易啊，至少得先达到陆地神仙境。跟着我好好混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镇魔七星之玉衡。找个时间前去镇魔司报道吧。回到武神府后，楚修也是犯了难。镇魔司七星已有6位，皆是天人境。镇魔七星最后一人该给谁呢？不如给我怎么样？一道白色的倩影，腰间挂着长剑，既熟悉又陌生。楚修并不感到意外，显然是早就察觉到他的到来。大半年的历练，你进步不小。听闻公子正在组建镇魔司，我特地赶回来效力。你想要成为开阳星，得先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。那就请公子接见了。我这一剑如何？快！没想到你之修为已至天人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镇魔七星之一的开阳星。应不负公子期望。镇魔七星至此全部集结。何人？不用找了，人在百里外。啊，百里之外的一剑吗？相隔百里的一股剑意，居然有如此威势，真是胳膊折不扣的怪物。能承受我一道剑意而不死，倒也是个人物，接近陆地神仙境了。楚修7月15，冰火崖上决一死战，我莫狂等你。呵，在台下活动了这么久，现在终于是按捺不住，想要登台唱戏了吗？决一死战，看来他已迈入陆地神仙境了。
公子，这个莫狂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只怕这一场决战会是一个陷阱啊！不管他拿出什么样的把戏，都是跳梁小丑而已。幽冥之主莫狂挑战楚修，7月15在冰火崖上决一死战。这件事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大洲，继而传遍天下。大洲一座山脉处的山洞内，楚修那么强，你为何不早说？哦，你怎么发的战术？相隔百里，一朱红长弓射箭术。相隔百里，你依旧被上到这般地步，看来楚修的实力比我预料的还要强大。怎么，你害怕了吗？怕，呵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莫狂轻笑一声，拿出2颗丹药以及一本古册。金色丹药乃是九转还魂丹，可以治疗你的伤势；红色的则是赤阳血晶，一落服下可以突破陆地神仙境。虽然还是会有一点副作用，但无伤大雅。你这么确定我会帮你吗？你会的。楚修，我以天下众生为棋子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楚修看着莫狂近乎癫狂的神情感到疑惑，他没有秒杀莫狂，只是为了看看莫狂真正的目的。你背着个棺材干什么？他是我的一切，你应该向南宫问了解过我的故事吧。楚修想了想，好像有些印象，莫狂是因为要复活一个女子而堕入魔道的。但这也不能是你挑起各国纷争，导致天下百万人惨死的理由。龙脉沉寂多年，导致天下武道逐渐没落，陆敌神仙难见。可武道乃是一个轮回，盛极必衰，衰极必盛。如今这个时代正是龙脉再现的时机，而龙脉想要彻底复苏，还差最后一个契机，那就是一场大战，一场足以引动天地奇迹变化，刺激龙脉复苏的大战。而这就是我挑战你，并且将决战地点定在此地的真正原因。旁观的众武者听到这话都是震惊无比。原来他所做一切皆是为了造复活者。好一个莫狂啊，居然是这么一个大好人，我们看错他了呀。呵呵，什么造福天下武者，这不过是你妖言惑众的借口。你真正的目的乃是借助龙脉复苏时所流淌出的生机灵气，复苏那棺椁中的存在罢。是又如何？那棺椁中的人乃是我一生挚爱，问他做什么都值得。莫狂不顾一切的攻来，虽然伤不了楚修，但这天崩地裂的威势竟真的引起了地底龙脉的反应。成功了，太好了！嫣然苏醒了。棺材开始吸收天地灵气，因为龙脉的复苏，天地灵气明显变得不同。突然棺椁炸开，一道女子身影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嫣然，你终于苏醒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不苦不苦，只要你能复活，一切都是值得。现在的我还没完全复苏，我还需要一样东西来补足我的精气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给你找来。不用了，他就在我面前。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没想到自己多年付出，竟换来了这样的结果吧？不，你的嫣然早就死了，而我只是拿回本就属于我的力量。龙脉复苏，你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莫狂死不瞑目，原来他也只是别人的一颗棋子。赤阳血晶之秘也是魔女赐予他的。精彩，实在太精彩了！只是你们魔族为何要复苏龙脉呢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我魔族被隔绝于世多年，这个世界的灵气越弱，我们便越难降临。如今龙脉复苏，这天地很快就会恢复生机，我魔族很快就能降临。看来果然没那么简单，龙脉复苏有好处也有坏处啊。那你知不知道你接下来会死？我乃至高无上的血魔，岂会被凡夫俗子所杀？话音刚落，他突然感觉下半身没了知觉。你既然这么强，可为何我的身体无法恢复？被我轩辕剑所斩，你当然恢复不了。魔主大人会为我报仇的。阁下还不现身吗？不愧是这个时代的武神，的确非同凡响。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一股古老沧桑的气息，对方好似不是这个时代的武者般。报上名来，否则死。不用了，我叫杨索云，乃是凌霄剑宗的开山祖师。看到楚修毫无所谓的情形，他不免有些尴尬。好歹他也是千年前的人物，你如何活得千年之久，又为何会在此时出现？我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你。你这个家伙真是无趣。好吧，反正以你的修为实力，这些事你迟早都是要知道的。千年前乃至更久远之前，一些陆地神仙就知道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
龙脉会再度复苏。为了追求陆地神仙之上的长生之际，这些人选择自封生机，进入假死状态，将自己隐藏了起来。我便是自封生机的人之一。这里龙脉复苏，我也就苏醒了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多少人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但应该不少。明白了，你们的力量太强了，一旦肆意妄为，会对现在的大周造成震荡。你们需要被管理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来武神府当个看家护院的吧。武神，就算你实力比我强，也不能这么羞辱我吧？好，服了，服了。走吧，护院的。王宫，一处幽静的冷宫别院内，周皇帝被幽禁在这里。虽然衣食住行样样都是最高标准，可对于他来说，这些都没有意义。关于皇室龙气的记载，你知道多少？呵，原来是因为这件事。龙气的秘密是每一代皇帝代代相承的隐秘，而楚霓裳还有你，不过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。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告诉我关于龙气的事，否则我不介意亲自搜你的魂。只不过那样一来，你会变成一个痴呆。我说，五大王朝先祖得到了人王印碎片，将其制作成了5块玉玺，5人分别长1块，而后又得到天下第一风水相师的指点，寻得龙脉，布下了飞龙在天大阵。若是后人遇难，可前往龙脉之地，逆转飞龙在天阵阵据，得龙脉灵气入体，成盖世武者。但后世之人也就不能再享有龙气庇佑。原来如此，如此看来，这人王印应该是一件不得了的法器。眼前这个男子设定就是无敌，就连10万年前的陆地神仙都只能在他这当个扫地大爷。小索云啊，你乖乖留在家里打扫卫生，我现在就去踏平大禹王都了。哦，祝武神一路顺风。楚修御剑来到大禹皇城，可奇怪的是大禹皇帝并不在这里，留下了一堆阵图古籍之类的东西。奇了怪了，人都跑哪去了？飞龙在天阵我已完全参悟，第2条龙脉的位置我也已经锁定，请陛下通知其他2大王朝的皇帝吧。好，太好了！一旦吸收龙脉灵气之力，我就有与楚修抗衡的资本。待逆转飞龙在天阵阵局，寡人再杀了楚修，一统天下。嘿嘿，当然可以，吸收龙脉灵气，陛下当天下无敌。对了，这飞龙在天阵应该只有国师你能参悟吧？陛下放心吧，这飞龙在天阵玄奥无比，当今天下除了我之外，应该没有其他人能够参悟了。好，那走吧。原来如此，楚修只用了2眼就参透了飞龙在天阵典籍，而第2条龙脉就在大赵与大梁的交界处，黑云山。3大皇帝相约会面，凭借大禹皇帝找来的远古第一阵术师，逆转龙脉处的飞龙在天阵，龙脉也被激活，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3位皇帝身体。可惜啊，若不是只能皇室之人吸收，我怎么会便宜这3个蠢货？哎呀，他们资质不怎么样，但却有一个好祖宗啊，为他们设下了这等阵局，助他们一步登天。你是何人？怎么找来这里的？当然是把我的3蹦子修好了，用上面的 GPS 就。这个时代的人称呼我为武神。武神2字一出，众人脸色愈发凝重。他们可是知道，几个皇帝来到这里吸收龙脉灵气，为的就是对付武神。此地若非参悟飞龙在天阵，绝不可能找到的。你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参悟飞龙在天阵就好了呀，我只是随便扫了2眼就参悟了。不可能，当今世上除了我之外，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参悟这个阵法？我都来了，怎么就不可能呢？倒是你们皆是陆地神仙，为何要给这几个皇帝卖命呢？受人恩惠，当以命相护，我答应过护他3年，那就不会食言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自裁吧，我若出手，你们会死得很惨。楚修气息爆发，陆地神仙极境修为展露无遗，以及周身凌冽的剑气。卧槽，这个时代竟能孕育出如此强者吗？留下我等后悔了，我们这就离去，不再参与此事。其实一开始也没打算让你们活着。3大皇帝吸收龙脉龙气，直升陆地神仙境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可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敌之人。这就是武道巅峰的力量吗？这股力量比起任何权力都要让人迷醉啊！寡人早就该来这里的。不错，有这样的力量，什么王图霸业不成？楚修，你对我们步步紧逼，虽然你武道通神，但今天寡人就要斩一回神。呵呵，斩神！你们以为得到龙脉灵气的加持就可以打败我了吗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你们未免太小看武神之2个字的含金量了。反来！
纯阳真火，横扫千军。刹那间3招秒杀3大皇帝，无敌真是寂寞如雪啊！第2条龙脉也已复苏，再过不久武道便可重现上古时期的辉煌。3位皇帝虽死，但也遗留了下3块玉玺。人王印碎片所铸造的玉玺，将来或许有用，也说不定。5大王朝一统，天下归于大周，新的格局已经打开了。兄长，好久不见了。我现在才知道打天下一手天下难这8个字的真正威力。这段时间真是忙死我了，各地官员考核，战后百姓安抚，军队重新编排，等等等，这若大天下治理起来，真是太难了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制度拟定，各地管理的官员陆续到位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。对了，兄长，我这次前来，主要是给你送一样东西。此物乃是大周皇权象征，你拿来给我做什么？兄长曾跟我说过，这玉玺似乎是一件法器，而且最近这玉玺频繁异动，我拿来给你看看，究竟是什么原因。楚修若有所思，拂袖一挥，取出4方玉玺，刹那间5方玉玺腾空而起，在空中交汇，骤然融合在一起。下一秒，一方全新的印玺出现，金光流转，有龙气盘旋，一股浩荡威压流转开来，好似可镇压天下妖魔。这是人王印。楚修看着那重新出现的人王印，也略微诧异，而楚霓裳拿着人王印，只觉得此物与自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共鸣之意。看来此物已认你为主，假以时日，你便是新的人王了。我若是人王，那兄长你就是人王兄长了。回去后好好体会一下人王印的力量吧，这玩意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。他是大周武神，建立镇魔司斩妖除魔，却突然发现大周一偏远之地魔气异常浓郁，似是要有大量魔族降临。楚修带领镇魔司成员赶来查看，这就是高级魔窟通道吗？果然非同一般。突然只见那魔界通道陡然出现了一道裂痕，无数魔族从中涌了出来。这次甚至出现了魔王级强者，楚修从血魔的记忆中一眼将其认了出来，是魔界的决心剑魔。你等先不要出手，静观其变。你竟然知道我，有些意思，看来你早有准备啊！就等你们自投罗网了。我怕你这张网罩不住我们。后来从魔界出来的魔王看到楚修竟与决心剑魔打得有来有，不禁暗暗心惊。这个人族好强大！根据蜀魔传递回来的消息，据说人间已经一统，而这背后的推手乃是一个叫做武神的男人，想必就是此人了。以武称神，我本来还觉得有点夸张，可如今一见，此人的确有资格自称人间之神了。魔主的意思，先让我们试探一下此人的底细。玉旗上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能耐。三魔王与此修激战，说是激战，实则也就是3级，实在太让人失望了。魔王也就这种实力，来人间作乱，那今天便让你们见一见何为人间之神。不好，此人实力太强，快回去禀报魔主。魔族众人无一人能逃脱，连同魔窟通道一同摧毁。可恶！我派遣的先锋军竟被一人剿灭，待我降临人间，定要血洗大周。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了。公子，你是如何修炼的如此厉害的？因为我有此物。我们还是太弱了，魔界这么多强者，可我们当中连陆地神仙都没有多少个，真打起来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不过我们不会放弃的。龙脉刚刚复苏没有多久，你们的力量不足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你们的进步算很快了，无需妄自菲薄，都回去吧。就在楚修要离去时，系统却跳了出来，检测到魔界魔主即将降世，恐怕会对宿主构成威胁，特别奖励1颗神境丹。会对我构成威胁？神境丹？难道说陆地神仙之上便是神境吗？不错，那魔界魔主正在冲击神境，如果他成功破境，宿主恐怕不是对手，所以必须强行提升你的修为。还能这样玩吗？神境和陆地神仙有啥区别？当然有区别，神境可神识离体，如果按这方天地的空间法则之力，神境可以神识感应整个小世界，随意破碎虚空，去往任何地方。我操！
这么牛叉吗？那魔主能凭借自身实力冲击神境，当真是了不得。对了，突破神境还可以感应到仙界之门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仙界真的存在？那是自然，陆地神仙之上本该飞升大千世界，而这方小世界因数万年前人魔大战，导致龙脉被毁，魔界人间天地灵气崩塌，陆地神仙难寻，更不可能出现陆地神仙之上，慢慢的仙界就成了传说。卧槽，我 CP 又要烧了，你说人话。简单的说，这里只是很低等的一个位面，大千世界才是真正的开始。宿主赶紧吃下丹药突破吧。看来要赶紧突破，解决魔族这个后患才行。大千世界嘛，真想去看看那里的天骄啊！楚修回去便开始突破神境，神境丹药效强横还不伤根基，堪称外挂。突破神境了吗？咦，好神奇呀！去看看霓裳在干嘛。原来在上朝呀，他们果然感受不到我的存在。不知系统说的仙界之门在哪？楚修神识遨游天地，不知飞了多久，终于感应到了仙界之门。这便是数千年没人开启过的仙界之门吗？不知大千世界是何等光景，待解决魔族一事，定要去瞧瞧。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楚修，出来决一死战，否则我将这里夷为平地。猖狂，这么急着赶来送死吗？这应该是我们两个第一次正式见面吧。武神，让我看看人间第一人有多强。你竟也踏入神境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嘛，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好一个武神，武道修为果然深不可测。我的确是深不可测，但你已是极限了吗？若是如此，那就太让我失望了。还早着呢，接下来的这一招将让你含恨。天魔诀，天观色技。这一招还有点意思。灵剑归心。孙来。不知兄长那边怎么样了？他知道魔族会直捣皇城，却让我们离开，独自一人面对。陛下，楚公子吉人天相，实力强大，若是没有把握，应该不会如此。可是听闻魔族精锐尽出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楚修硬吃魔主大招，竟毫发无伤。我天魔诀最强的一招，居然还是无法伤到他。同样是神境，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？定是我吸收的力量还不够。败者亡，胜者主宰人魔两界，所以我绝不能输。诸位为了成就我魔族大业，为了诛杀武神，就有劳你们牺牲了。众魔神色惊恐，但没有用，在挣扎中，他们的身体渐渐化作精纯魔气，被魔主完全吞噬。不够，还不够！魔主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一定要用这股力量将其挫骨扬灰，为我诸多死去的魔族报仇。魔主已然彻底疯狂，魔界至尊一手摧毁了自己的魔界大军。这就急眼了，未免有些太疯狂了吧？在这里打下去，皇城还不得灰飞烟灭？得把他引开。魔主大人，要杀我就跟我来吧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我们之人不死不休。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杀你！风云峰上依旧是罡风环绕，云气涌动。原来你将我引来这里，是想要在这里打开仙界之门。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，我可要动真格的了。剑幕。
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。该结束了，是该结束了，天末缭乱，死！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强大的能量爆炸让仙门打开了一条缝隙，正好能让人通过。而魔界魔主已经虚弱无比，他极度的不甘心，但也没有任何办法。真是不甘心呐！今晚年吸血，毁于一旦。不是你弱，而是我太强了，你注定不可能赢我。随后魔主随风消散于天地，人间将迎来真正的和平。楚修内心也是无比的复杂。宿主，仙界之门已开，莫要错失良机。我还有多长时间想回去与他们道个别？约某应该有1个时辰。足够了。楚修御剑而行，走过无数曾经踏足的地方，见了所有挂念的人，最后来到了妹妹身边。兄长，那个坏蛋死掉了吗？死掉了。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是仙界吗？你知道？杨爷爷都告诉我了，成就陆地神仙之上，便有机会打开仙界之门，从此飞升上界，成就无上大道。是啊，外面有更广阔的天地，这里暂时也已经不需要我了，所以我想去看看。我当然支持你了，我有人王印，修为直线提升，很快便天下无敌了呢。我走了，要好好吃饭，朝政处理不了就交给下面的人，不要什么都亲力亲为，怪累的。只是还有一点，那些1000年前的陆地神仙都潜藏在暗处，怕是会有麻烦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而且有了人王印，人族是没办法伤害到我的。这么神奇吗？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活泼妈妈的。好，说不定我觉得没意思，很快就会回来呢。你若踏入神境，也可来寻我。楚修来到神界之门，缓缓地走入。至此，楚修总算是走出了新手村。接下来迎接他的又是怎样的故事呢？